这是一个一分为二的世界。上层的人生在阳光下，有广袤的土地，温暖自由；下层的人活在阴暗逼仄的地下，终日不见光亮，连呼吸都是致命的。高贵的上层老爷们啊，在你们的眼里，我们下层的人算人吗？孙文辉是谁？他凭啥？大凡为啥不是你？为啥不是我？呵呵，我也想知道。每年的1月1日，上层的人都会在下层所有的分区中选择一个最出色的人进入上层。1个月前的选拔考试，宁凡的9项考核都是满分，这也意味着不可能有人比他成绩更好。大凡，我打听到了，听说这个孙文辉有上层1/32的血统。看到孙文辉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宁凡面色没有变化，但是听到这个原因，宁凡笑了。没事儿，今年不行就明年吧，反正你才18，有的是时间。他们都知道宁凡从小到大有多拼命，可一切的努力却输给了所谓的1/32的上层血统。我明年不打算去考了，我妈等不起1年了，我要当行者了。回家的路上，街头巷尾都是上层血统这些声音让他觉得刺耳。下层的空气中蕴含着一种叫做瘴毒的有害物质，长期吸收瘴毒，人的身体就像定时炸弹，说不定哪天就会崩溃。而母亲的身体就已经崩溃了。宁凡之所以参加上层选拔，是因为一旦选中，就会得到上层免费发放的特效药，治疗瘴毒的特效药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没选上。其实我挺不甘心的，整个 S32区只有我一个人9项满分，却还是被淘汰了。我要去当行者了，这是唯一能够赚到钱给你买特效药的办法了。我知道这很危险，我其实也很害怕，不过既然还有希望让你康复，我也要去赌一把。妈，我走了，等我回来。就在宁凡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看到床底下有一张纸，难道是母亲清醒的时候写给自己的信？宁凡把纸条抽出来后，只见标题写着血统检测报告，检测目标宁凡，检测结果非上层血统。对于这个结果，宁凡一点也不惊讶。就当宁凡准备把这张纸收起来的时候，看到纸的反面写着一句话，也非下层血统。那我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一分为二的世界。上层的人生在阳光下，有广袤的土地，温暖自由；下层的人活在阴暗逼仄的地下，终日不见光亮，连呼吸都是致命的。高贵的上层老爷们啊，在你们的眼里，我们下层的人算人吗？怀揣着巨大的疑惑，宁凡心事重重地离开了家。临行时，宁凡委托了他朋友照顾自己的母亲。活着回来。下层的食物大致分为2种，一种是野外打猎或是采集的本土植物，果腹感强，价格低廉；另一种是上层送的食物，每天上层都会从淘汰的食物或者一些垃圾扔到一条叫做 N 次之路的管道。讽刺的是，那些通过 N 次之路送下来的食物，经过2次加工之后，价格比本土食物还要贵上3倍。原因很简单，就算上层的垃圾也比下层的本土食物健康。这种食物叫做京菜，这个袋子里装的就是京菜。等我赚了钱。行了，废话真多，滚蛋吧。宁凡不敢回头，他也会怯懦，会不舍，也会害怕，害怕死亡，害怕分离。赏饭还是讨饭？讨饭能吃饱的那种。有啥绝活？林川在吗？认识川哥？不认识，只听说过。1个月前，宁凡参加完上层选拔之后，就开始研究 S32区的行者团队了。一旦落选，成为行者就是他最后的选择。在鱼龙混杂的团队中，宁凡选择了野狗之家，口碑好，任务多，不压钱。找我讨饭啊？行嘛。你这种要钱不要命的人，我每年都见180个，别说吃饱，活下来都难。哟，9颗满分，怪不得这么有底气呢。宁凡能看出来对方的不屑，那是真正经历过生土的人对靠成绩单包装的所谓甜菜的不屑。扬北海的那个委托还有几天？5天。小子，这5天我们不会出园区，你要是能用你背后的剑让他出点血，我就收了你。你刚刚朝我脑袋砍，成功率最少高3成，在接受赌约的那一刻，你我就是敌人，对待敌人还心软呐。这是一个一分为二的世界。上层的人生在阳光下，有广袤的土地，温暖自由；下层的人活在阴暗逼仄的地下，终日不见光亮，连呼吸都是致命。
高贵的上层老爷们啊，在你们的眼里，我们下层的人算人吗？在宁凡的思维中，这只是考核，他从来没有把辉子当成过敌人，更别说要了对方的命。可辉子却在教他一种全新的东西。那你也可以杀我，为什么不杀？高材生，那你就用这5天时间想明白吧。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，我不杀你，绝对不是因为仁慈。宁凡相信辉子是真的动过杀心，可是不明白辉子为什么会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起杀心。这就放弃了啊？现在的孩子一点爷们样都没有。他会回来的。咋的？就算他回来，你还真打算收了他啊？你觉得那小子能成功吗？哥，我感觉你在骂我。赌点啥？就赌我下次的酬劳。那就5000索拉，给你留点吃饭钱。辉子实在不明白林川为啥认定他会输。从这以后，辉子把警戒等级已经提升到了区外的程度。然而，宁凡就好像放弃了一样，这一天再也没有出现。到了第2天，辉子刚支起来野狗之家的木，就看到了宁凡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块鹰犬肉，一边盯着他，一边吃。这是下城最廉价的食物，那个味道简直无法形容，又酸又臭，而且瘴毒的含量很高。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顶格，他手里这一小块只要5索拉，却能吃3天。宁凡面无表情地吃了几口，就把肉收回了兜里。整个过程，他的目光从来没有在辉子的身上离开，直到晚上，宁凡依旧保持着这个状态。你啥意思？这么盯着我有啥意义啊？我在想办法让你受伤。那想到了吗？想到了。要动手了吗？不是。那是啥意思？这才第2天，你别着急。你要走了？咋地？你还跟我回家啊？不是，我是想告诉你，你别睡觉，我知道你家在哪。小子，怎么着？打算今晚来偷袭吗？你走了之后，我就睡觉去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今晚一定去。昨晚你咋还没来？睡着了。你居然还有心情睡觉？第4天了啊！离实现越近，我就会越谨慎，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吗？我明白，但是机会只有1次。我知道你想熬着我，不过你太小看我们行者了。在野外，我们可以做到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下，连续6、7天不睡觉。知道了，谢谢提醒，我不会轻敌的。今晚是我最后的机会了，我肯定去。小犊子，昨晚咋又没来？这是一个1分为2的世界。上城的人生在阳光下，有广袤的土地，温暖自由；下城的人活在阴暗逼仄的地下，终日不见光亮，连呼吸都是致命的。高贵的上层老爷们啊，在你们的眼里，我们下层的人算人吗？虽然到现在，宁凡连他的一根毛都没碰到。我堂堂一个副队长，竟然被一个小兔崽子耍得团团转，这传出去我还怎么在行者圈子混？小崽子，你不会是想把我气吐血吧？不是，当时林川说的是必须用我的剑让你流血，气吐血不算赢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你没有一点机会。你的破剑呢？辉子感觉有点蹊跷，但是对面这个小子在想什么，他却一点都捉摸不透。你来了，小子，这种手段太拙劣了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招数呢。辉子，听说你3天没睡了。听到这话，辉子都不好意思搭话了。川哥，这玩意怎么？这是自己的队长没错啊，可他为什么对我出手？我算是通过考验了吧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还是先回答你前几天留给我的题目吧。你那天不杀我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你的仁慈，而是因为你今天有委托，在园区内嘎人，虽然不算什么天大的事，但也会有麻烦。一般情况要被带走关7天禁闭，所以你当时杀了我，会影响今天的委托任务。我把这个问题想通之后，就去了斩风团。斩风团也是 X32区的行者团队，跟野狗之家量级差不多，2家也是潜在的竞争对手。你去斩风团干什么？委托，我去问问他们，砍伤你需要多少钱。我知道自己不是你的对手，上次偷袭的时机，我自认为很好了，但还是被你轻松化解。我也不认为5天我的实力就能超过你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能请别人来动手了。斩风团给我报出的价格是8000索拉，但是他们不能保证会不会失手杀了你。我是一定会加入野狗之家的。如果在加入之前买凶杀了副队长，有点不利于团结。确定了价格之后，我的全部身家只有6000多索拉，差了1000多。所以这几天晚上我去恩赐之路做工，每天晚上300索拉，做了4天才勉强凑够。平时白天盯着你，也就是想看看你能不能露出点破绽。不过你真厉害，这8000索拉是省不了了。
所以你这几天不让我睡觉的原因是？我一想到自己每天累死累活的，而你却在睡觉，我就不爽。说到这里，龟子已经能够猜到后续了。所以你凑到了钱，没去找展风团，而是去找了川哥。我想着这笔钱让外人赚，不如让自己人赚。我也跟川哥说了，他不同意的话，我就去找展风团。小野狗，以后就跟我们一个槽子吃饭吧。这是一个一分为二的世界。上层的人生在阳光下，有广袤的土地，温暖自由；下层的人活在阴暗逼仄的地下，终日不见光亮，连呼吸都是致命的。高贵的上层老爷们啊，在你们的眼里，我们下层的人算人吗？宁凡在完全不敌的情况下，通过投机，终于正式加入了野狗之家。谢谢队长，以后请多指教。川哥，你居然为了8000索拉砍我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为了8000索拉伤了咱俩兄弟的感情？我就知道川哥你肯定不是为了这点钱。你打赌还输了我5000索拉，5000加8000，一共13000，相当于一次1级风险委托了的价格了。弟弟，你仔细想想，这一刀挨得值不值？那这8000索拉有我的份吗？跟你有啥关系？这是哥自己接的私活。辉子想骂人，但是眼前的这个人他不敢骂。林川也没有继续搭理辉子，而是深深地看向了宁凡。他之所以接受宁凡的委托，钱肯定是一方面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他不答应，宁凡真的会去找展风团，那群人可不会小心出手。这小子心思缜密，胆子够大，魄力十足，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付出全部。这样的人或许真是一块当行者的料，只是还需要雕琢。回去睡一觉吧，晚上7点出区。活着不好吗？为啥非得当行者？这口饭得掺着血吃。为了钱，像你这种学院出来的优等生，好像不应该给这么功利的一个答案吧？那我应该说啥？为了肃清区外的凶险，我愿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已。这难道不是标准答案吗？这是装逼的标准答案。我没那么大的志向，也没那个能力，我只想让我身边的人健康的活着，这就够了。老天爷不会因为你的决心而对你有所宽容，野外的怪物更不会。所以，想要完成你的目的，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介绍一下，宁凡，我新招的狗崽子。大家都是前辈，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，还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川哥，啥时候出区啊？等杨北海把货送进来了就能走了。这次的委托是2级风险委托，酬劳是3万索拉。还是老规矩，走之前留下家人的名字和住址，谁在任务中死了，家人可以得到5000索拉的安家费。活着的人按劳取酬，有问题吗？其他人没什么反应，倒是宁凡稍稍有些不适。任务之前先谈死价，行者果然危险至极。2级风险委托不是送到 F27区吗？这段路我们走了10几次了，哪来的2级风险？杨北海之所以给这么高的价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货比我们的命值钱。还是老规矩，车借你，路上坏了回来从你们佣金里面扣。没问题。林队长，这次的委托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我只能保证，只要野狗之家还有活着的狗崽子，就肯定给你送到。上车了，发财去。这次的任务，你可以选择去不去。没做好出区的准备的话，可以给你一点缓冲的时间。宁凡没有犹豫，他在1个月前就准备好了，跟着众人一起上了车。川哥又有任务了啊！救救我！救我！我出1000索拉！小狗崽子，欢迎来到地狱。这是一个一分为二的世界。上层的人生在阳光下，有广袤的土地，温暖自由；下层的人活在阴暗逼仄的地下，终日不见光亮，连呼吸都是致命的。高贵的上层老爷们啊，在你们的眼里，我们下层的人算人吗？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下层就已经是地狱，但是在行者看来，他们比地狱险太过分。孩子，你发抖了。宁凡承认他的身体确实在差点，眼前的场面跟在学院学到的那些关于区外的知识大相径庭。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，区外还有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垂死挣扎的人。这扇大门对于内区的人来说，阻断的是区外问题，但同时也切断了这些人的生活。川哥，不就他吗？1000索拉呢？川哥，有人挡路。我是 S32区野狗之家的林川，前边的兄弟啥意思啊？搭个车，5000索拉。去哪？你们目的地在哪，我就去哪，不用绕路。
什么级别？丹魂级。上来吧。规矩懂吧？遇到解决不了的危险，你是炮灰。懂的。宁凡也懂了。刚刚在门口，他问众人要不要救那个垂死挣扎的人，当时没有人回答他。现在他知道了：第一，只有1000索拉救命钱太少了；第二，已经没有战斗力了，是个女人；第三，他连做炮灰的资格都没有。刚刚没有人回答宁凡的问题，因为区外不是学院，没有人会细心的教你任何东西。你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，用脑子去判断，用身体去感受。可是那个所谓的丹魂级是什么意思？有狗几只？5到8只。下车宰了。回到车上待着去。野狗之家新人福利，第一次遭遇战，先看。认识一下，我叫程斌。然后呢？你们队长不太信任你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如果不是因为对你有戒心，以你们团队的实力，杀这几只阴犬，根本不用这么麻烦。朋友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团队有个叫王野的兄弟，耳朵领着，我们救你是看在钱的份上，再让我们发现你说一些有的没的，我会按照约定把你的尸体带到目的地。下城是地狱，区外是地狱中的地狱。就在宁凡震惊之余，他却得到了一个更为震惊的消息。我保证会管好自己的嘴。宁凡低着头，想着刚刚程斌跟他说的话，那些话不然林川不可能直接对我有戒心，他们究竟在隐藏什么？怀揣着这样的疑问，车子又进来了。川哥，走蛇洞还是绕过去？绕过去吧，稳当点。左边会经过迷雾沼泽，如果遇到外面的桥北，一下去我去了，不用等我。烂面蛙的胆经，有人要吗？内部消化1000。我要，我胳膊快疼死了，这玩意刚好可以止痛止血。你不算内部消化，2000。行吧。前边还有10只，靠，怎么这么多？能绕开吗？费劲。如果要绕开，就只能走蛇洞了。停车吧，川哥，10只以上的烂面蛙不太好办。先是灰子、大壮、千智、乔飞和我主攻，先合力杀一只。王野、老段，还有那个金主先生，你们。川哥，那我呢？林川并没有回答他。第一次，林川说是新人福利，可现在，宁凡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，不然等任务结束，按劳取酬，自己可能连1分钱都分不上。乔飞，上。宁凡的眼中满是精彩，好默契的配合。乔飞，上边，必须出手了吗？林氏，屠夫，重的血腥味，甚至比刚出驱时的味道还重，是这把刀散发出来的味道吗？林氏屠夫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川哥，可以吗？用吧。林氏，花无。这就是行者吗？宁凡觉得他在加入行者前已经对行者做了充分的了解，可现在出去不到半天时间，很多事情就已经颠覆了他的认知。无论是这里的法，为什么我在区内就从来没有听人提起过林氏这个名字呢？不到1分钟时间，所有的烂面蛙都已经被解决，比刚刚对付鹰犬还快。还要吗？这次便宜，2个算你3000。美女，你这是真把我当大冤种了啊！上车这么一会儿，我搭进去7000了。算了，给我吧。等到了 F27区，我拿到黑市买了，算是跑腿帮你们出货了。川哥，我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想让你看到使用灵氏吗？在区内的时候，我已经尽量收集关于行者的资料，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在任何记录上看到过，也没有听人提起过，所以我大胆猜测，灵氏是行者的核心秘密。你猜对了一半，那另一半呢？另一半嘛，灵氏不仅是行者的核心秘密，也是下城的核心秘密。川哥，为什么？小子，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会在下城？9项全能这么好的成绩，上城人的眼光就算再高，也不至于看不上。那些上城老爷也需要品相不错的奴才来伺候他们，而你这种应该是他们最喜欢的。孩子，接下来你说的话可得小心一点，考虑好了再回答我。在这车辆上的，但凡有一个人不相信你的回答，你都得死。我发现了奸细。就当宁凡准备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林川时，林川却把矛头指向了他。宁凡渐渐捏起了拳头，呼吸也变得隆重起来。
他那一向如平静的眼神也终于发生了变化，是愤怒，是屈辱，是不甘，唯独没有恐惧。小子，你这眼神有点行者的样子了。但是如果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你还是要答。川哥，你说我进来是因为觉得我是来套情报的。林氏是夏城的核心秘密，你们不想让上城过多的得到关于林氏的信息，所以你收了我，是想把我暗埋在区外。高材生，不错嘛，反应很快。从你第一次看到我9项满分的时候，就开始怀疑我了。差不多。川哥，他骂你。闭嘴，开你的车。因为我成绩好，就觉得我是探子。你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落选？为什么？因为被选上的那个孙文辉有1/32上乘的血统。这10几年，我从来不敢浪费1分1秒的时间。我可以做最累的工作，吃最差的食物。整个学院，我也是最拼命的人。从6岁的时候开始，我就知道我妈的胀毒早晚有一天会发作。如果不看到她一天天腐烂的唯一方式，就是拿到特效药。我可以半个月不睡觉去练习一个动作。我不知道学院学到的技术，在未来会给我带来什么帮助。我只知道，只有动作规范，我才能拿到满分。我不允许任何机会从我的眼前错过，只有考核满分，我才有绝对的把握拿到上城的入场券。你问我为什么没被选上，我把握能做的全都做了，可最终上城那帮老爷们就是不选我，我能怎么办？如果说我成绩不如别人，我会坦然接受，可我一切的努力输给了所谓的1/32的狗屁上城血统，我不甘心。天上的上城老爷，他们还是把我们当成老鼠蟑螂，觉得我们去了上面会玷污了他们的世界。停车，都下来。我刚才说了，车上但凡有一个人不相信你的话，你还是要答。我信了。我也信。我也信，他对上城的敌意可能比我们都大呢。好，既然大家都选择相信你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就真正是我的人了。你如果觉得不服气，等你什么时候有本事可以还回来，我不会有半点怨言。好，既然你的嫌疑已经洗脱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聊第二件事。我刚刚在车上闻到了一股鬼的味道，不是你的话，是谁？能不能告诉我，我是什么时候暴露的？平凡刚刚叫林川，就是想告诉这么一点。让他有些意外的是，其实车上的人全都发现那2颗胆经，你说要去 F27区的黑市卖掉，还言多必失啊！兄弟，什么意思？截获啊？能放条生路吗？规矩你是懂的，我救了你，你却要害我，不合适。告诉我谁让你来的，我给你个痛快。刚刚故意演这一出，是怕在车上打起来把车毁了吗？车坏了，得赔5000块呢。行，怪我自己太不小心了。你们人太多了，等下次我们好好打一架。你觉得会有下次机会吗？我打不过你们，但是我要跑，你们也未必留得住。老段，林氏，我花。林氏，一行，说了你走不了，你听不明白还是？林氏，影子，谁派你来？命都要没了，还要帮别人保命？给条生路，我也是拿钱办事，你嘎我也没用。生路是肯定没了，我说了，你给我答案，我给你痛快，公平交易。你也是吃这碗饭的，呆了就痛快点，把命留下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既然我命都要没了，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答案？因为你可以少受点苦。我说，我是 F27区的行者，我们区域的战熊团队让我混入你们的，接下来干什么？他们没说。你们 F27区有点坏规矩了，这个战熊也是的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得招惹我们这一群疯狗干嘛？教えてよ、教えてよ、その仕組みを。僕の中に誰がいるの？壊れたく壊れたよ、この世界で。君が笑う。何も言えずに。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打人，
即便宁凡知道早晚会经历这种事情，但是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只感觉到胃里一阵翻滚。前边是鬼雾森林了吧？右转，去我们上次吃烧烤的山洞休整一下。我们被盯上，如果没猜错，战熊的人已经在鬼雾森林等着我们了。两个选择：第一，我们换路走蛇洞，绕开鬼雾森林；第二，打过去。7个人投票，多数决定。我先表明态，战他。打过去，打。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置气，蛇洞我们又不是没走过。安全第一。我们对战熊不了解，应当容易出现不可控制的风险。灵视究竟是什么？还记得我们刚刚出去的时候，你看到了什么吗？这些亡魂经过长时间的累积汇聚，便会成为灵。灵没有意识，没有思想，但是他们会感受到灵嘎之前的痛苦。灵是亡魂汇聚的产物。一个人灵嘎之前的痛苦，或许可以承受，但是如果很多亡魂聚集在一起呢？灵也是需要解脱的，而他们解脱的方式就是附着在我们的武器上，我们用自己的武器给他们一个栖身之所，而也会把力量借给我们。我这把刀里边就关着6个亡魂聚集到一起的灵，它叫普布。6个亡魂？别这么惊讶，野外最不缺的就是亡魂。乔飞的灵视是由17个亡魂汇聚的，他也是我们这里边唯一拥有10魂级灵视的人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武器不在身边，就无法使用灵视了。最初的灵只是依附于武器，但是只要跟灵视培养出足够的默契，就算换一把武器，同样也可以使用灵视。那我怎么才能获得灵视？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。行者的圈子里流行一句话，那就是机缘到了，自然有灵主动来找你。先投票吧，大家都等着你的决定呢。宁凡想了半分钟，依旧没给出答案。川哥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你们的思路错了。小子想篡位啊？说说你的看法。川哥，我想问一下，像程斌这种人，你们经常遇到吗？很少，我们野狗之家是出了名的人穷骨头硬，通常也不会有不长眼的往我们身上撞。对，抢我们性价比太低了。所以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？在区外被抢的确很正常，可是首先我们要有值得抢的东西啊。程斌这次混进来，手里带着16000索拉，说句难听的，他可能比我们还有钱呢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？我觉得我们要确定一下，我们这次运送的东西是什么。雇主的东西不好打开看，这是规矩。在出发之前，你也觉得这次的任务太简单了，但是对方却按2级风险标准给酬金，这很奇怪，对吧？而程斌又是在必经之路等我们，还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 F27区，所以如果不是我们这里有内鬼，那么又是谁把这个消息放出去的呢？杨北海，好家伙，敢坑我们！你继续说。在我看来，车里的东西只有2种情况：第一，价值很高，高出我们的想象；第二，那车里的东西1分不值。这啥意思？那他们抢啥呢？咱们又保护啥呢？你说的1分不值是什么意思？杨北海根本就没指望我们把东西送到 F27区，确切的说，他会用一切手段阻止我们到达 F27区。不过我还是觉得没道理，我们跟杨北海不是第一次合作了，也没结过仇。川哥，我问你，如果我们嘎在了区外，那么这次的任务算不算我们失败了？当然算。我明白了，杨北海肯定是告诉了收货方，这批货由我们野狗之家来送。如果我们失败了，也跟他没关系，他是想独吞这批货的，我们当背锅侠了。是的，所以我才说这批货有可能1文不值。川哥，回去吧，把杨北海揪出来，让他把事情说清楚。宁凡知道林川是个很守规矩的人，也非常厌恶破坏规则的人。可让宁凡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林川在沉默了足足5分钟后，突然转身，休整半个小时，继续前进。任务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骗局。就当众人以为任务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，林川却语出惊人：休整半个小时，继续前进。宁凡愣住了，明知是陷阱，仍然要去。让宁凡意外的是，其他人只是稍稍怔了一下，便各自找了一个角落去休息去了，没有一点犹豫。小子，有什么问题问吧。为什么？还记得区内的大块木板吗？野狗之家的名声是老一辈的人打下来的，我没资格把它弄脏。杨北海是坑我们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就回去把他揪出来，又能证明什么呢？我们团队完完整整的回去，只是车里的货不见了，杨北海死不承认，我们能拿出什么证据？川哥，你是想活捉战熊的人带回去当面对质吗？得把证据带回去，才能证明野狗之家的清白。坚守自盗，这个名声，野狗之家担待不起。可是，川哥，我们对战熊一无所知，敌明我暗，我们很被动啊。所以就靠你了。川哥，你别逗我了，我连灵视都还没有呢。
我们的队伍缺一个有脑子的人。你有没有灵视没有关系，实力差也没有关系，拳头我们有。这里是我们现在的位置，前边是鬼雾森林。我现在就把团队里所有人实力告诉你，这半个小时你要制定一个可行的作战计划。川哥，我只是个新人，真的要？谁都是从新人一步步过来的，你没有经验，我给你机会积累。学院不是有作战课吗？你考过满分，这件事交给你了。拿着野狗之家7个人的命去拼，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宁凡压力大的可怕。小子，既然打算做行者，就要学会承担责任，你总要有点作用。就在宁凡认真观察地图的时候，没有人注意到他带着那把剑颤动。醒了，为了帮你彻底清除瘴毒，我可是足足用了2支特效药。你是谁？方言，老朋友都不记得了吗？怪心寒的。你想起来了，好久不见了呢。母亲刚想说话，却看到角落躺着2具尸体。吃点东西，鹰犬肉，别吃太多，瘴毒含量太高，都拿命出来拼了。这顿算我请你，下次你请我。牛骨上乘食物，虽然肉不多，但是很香，也很健康。从这一刻开始，野狗之家真正接受它。行，大壮哥，到时候请你吃牛肉。川哥说让你制定计划啊。但是我有点紧张。紧张啥？我相信川哥，所以也相信你。宁凡突然注意到大壮的左手只有1根大拇指，其他4根手指似乎被什么东西齐刷刷的砍断。宁凡没有多问，也没有多看，他总觉得这样有点不礼貌。小子咋样了？川哥，我想了3个计划，你们选一下。别那么复杂，说一个你觉得最合理的。菲姐，你是唯一一个拥有10魂级灵视的人，所以这次的任务，我决定以你为核心。行。听得本少爷眼睛疼。哥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没走这条路？万一他们走蛇洞那边，我们不就扑空了吗？应该不会。杨北海不是说了吗？这帮野狗谨慎得很，走蛇洞有风险，他们肯定会选择最稳妥的路线。可这也太慢了，难不成他们折在路上了？那最好了，也免得我们费事。不过我觉得可能性不大。听杨北海说，这帮野狗挺厉害的。来了，干活了。看清楚了吗？是杨北海说的那辆车吧？别打错人了。就是那个。那还等啥呢？干他，抓紧干，早点散。灵视，巨熊，野狗，再厉害也是狗，哪有熊厉害？哥，车里的人数不对劲。灵视，刚才我仔细想了想，虽然我们不知道战旋的信息，但是反过来说，他们也未必占据绝对的信息优势，最起码他们应该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提前预知了他们会伏击我们。我试图站在战熊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靠什么来辨认我们？鬼雾森林常年雾气弥漫，距离太远，他们应该也看不清我们的长相。我想我已经明白杨北海为什么会提前为我们准备这辆车了。我的想法是用这辆车做引子，将他们的人引出来，只要他们开始攻击，我们就能知道他们的位置了，处境就可以逆转了。可是我们谁来开车？不用我们的人，希望程斌的尸体还没被一手吃掉。死人怎么开车？找到一条直路，用东西压在油门上就可以了。程斌的作用就是让对方在模模糊糊中看到车里有人就行。大家有意见吗？挺好的。那你说的以我为核心是什么意思？川哥的屠夫虽然很强，但是你的花舞速度更快。灵视，巨熊，他只有一次机会，一旦失败，必然身陷重围。好在他做到了。杀了这个娘们！灵视，立牌，让老子看看 F27区的战熊是什么货色，敢挡老子的路！辉子，保护好咱们的高材生。辉哥，要不你也去吧。宁凡有些不好意思，明明大家都在拼命，自己却还要人来保护。行了，你金贵着呢。不得不承认，成绩好确实不一样。你的点子不错。不太对劲啊，这个战熊不算强啊，这样的实力能挡住野狗之家？不对，辉哥，对方应该还有人。战熊只是炮灰，他们的作用和程兵没有区别。什么？老段，灵视，光使，王爷，撤。川哥，王爷和老段死了。我知道。川哥，
就这么走了。林川，信不信我干你？你是队长，家里人被嘎了，你就这么跑了？林川没有说话，他的目光落在了大壮身上。大壮此时已经把宁凡放到了地上，宁凡感觉到自己身上似乎有些潮湿。当他转头看向大壮的时候，却发现大壮的胸口正在流血。没用啊，浪费，终于可以歇歇了。累死了，小子，看不出来，瘦瘦小小的，还挺沉。大壮哥，辉子，别骂队长，这一剑没人能抗住，他是在保护我们。食魂级远程攻击，并且占据了有利地形，跑慢了，我们都得留在那。大壮，你到底要干啥啊？你别吓我啊！你没了，我找谁还人情去啊？我当时刚加入野狗之家，你为了救我折了4根手指，我还没还你呢。骂我呢？你一个后来的，成了副队长，让我这个老人的脸往哪放啊？大壮哥，我还没请你吃牛肉呢。你小子，我挺喜欢你的，川哥，我走了，以后队里没盾了，你再找一块。乔飞，就是他，拦住他！灵氏到底该怎么获得啊？灵氏到底怎么才能激活啊？野外不是孤魂野鬼多吗？来了，来我这里啊！我养你们。为什么？大家都在拼命，我却需要被人保护。小子，你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？你们全都信任我，让我制定计划，所有的行动都是按我的计划来执行的。可是现在却嘎了3个人啊！老段、王爷还有大壮，他们都是因为信任我。我凭什么？我连野外都没来过，为啥要信我？宁凡自责到了极点。如果他能够早点算到战雄只是一个幌子，还有一个真正的高手在埋伏，或许大家都不会死。整个计划连战雄都蒙在鼓里，你无法预知，很正常。乔飞难得的安慰了一句。即便如此，宁凡依旧无法释怀。过了20分钟后，等宁凡和辉子都发泄的差不多了，林川才缓缓动身。看好他们俩，别让他们犯浑。2个小时，我不回来，以后你就是野狗之家的队长了。川哥，你干啥去？你刚才不还骂我呢，现在又管我叫哥了呀？我问你话呢，你干啥去？我是队长，活着的人的命我得管，死了的人的仇我也得报。你这德行，去了也是白搭，留着命。哥如果真回不来，你给哥报仇。宁凡不懂，明明知道是陷阱，还要往里钻。他不懂，明明知道对方是个经验丰富的刺客，还要往里钻。他也不懂，明明大家都是纵横野外多年的行者，为什么他们的想法会这么愚蠢？队长，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？还有一会儿呢。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林川这么长时间没回来，再等下去也没意义了。抱着毫无意义的希望来骗自己，没有意义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宁凡颤了一下，先别说他现在脑子很乱，就算有想法，他也不敢说。说错会嘎人的。废物，真不明白队长为什么那么看重你。成绩好有什么用？一点点打击就崩了。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淡漠？不然呢？难道像你们2个一样嚎啕大哭？一个射箭的，一个杨北海，这2个人是仇人，知道仇人是谁，不去报仇，躲在洞里哭，叫你们废物还不乐意了？先嘎谁？射箭的那个暂时不好逮，但是杨北海就在 F32区跑不了，你去吗？去。那就尽快，我没有哄孩子的习惯。现在还不能确定杨北海有没有得到我们还活着的消息。虽然野狗之家折损过半，但是宁凡知道现在不是一蹶不振的时候。杨北海是 F32区科技研究院的3星研究员，如果他知道我们还活着，就能想到我们肯定会找他报仇。以他的身份，可以申请到2级保护。那我们就按照他已经知道的来办。2级保护，你们来负责牵制，我去打他。回来的路上，宁凡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：内区不允许使用灵视，这是铁律。这也是为什么宁凡一直都没听人提起过这种力量。不过这对宁凡来说，却恰恰是个好消息。他没有灵视，但不代表他一点战斗能力都没有。你行吗？如果失败了，就滚出野狗之家。搞定了。跑了3只，给我1半佣金就行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跑了3只，我就只要1半佣金。你还有脸管我要钱？我没跟你说过，这次的任务要保证万无一失。我连诱饵都给你安排好了，只是让你躲在暗处偷袭，你还给我搞砸了。他们确实挺厉害，尤其是那个队长，决策太果断了。但凡他们迟疑半分钟，我就能把他们全嘎了。队长林川，我不知道他叫啥，那家伙本来已经跑了，没想到又回来追着我砍。
我也差点折在野外。那他现在人呢？我把他宰了，可是你还是放走了3只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我收3成总行了吧？你要是不给钱，我整嘎你哈！反正好几个区都在通缉我呢，不在乎多一个安32区。晚上之前我把钱给你，你就不能追一追？如果全嘎了，我还能付给你全款。太费劲了，看在你挺守信用的份上，我就送你一个提示吧。那3条丧家之犬应该是回到了安32区了，估计是找你报仇去了。着火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还着火了呢？老杨，你在这干啥？着火了没听到吗？陈哥，我想申请2级保护。惹麻烦了。有人要打我，而且我怀疑这把火就是他们放的。谁胆子这么大？就是也。话说一半，杨北海顿时停住。很多人都知道野狗之家去 F27区送货了，如说现在说野狗之家来找他麻烦，大家都会立刻明白他在玩什么花样，所以他不能说。就是一帮野小子，想在我这里拿好处。陈哥，帮我一把。行，现在在救火，没那么多人，我安排4个人保护你，行不？行。杨哥，干嘛这么紧张啊？到底是谁要找你麻烦？先送我去执行者那里吧。执行者，内区负责维护基本秩序的一群人。杨北海不相信那3条野狗敢在执行者面前动手，等安全了再去找那3条野狗算账。乔飞，就是他，拦住他。杨北海，你今天必须得嘎。别都走啊，他们还有人呢。你是那个新人？我代川哥送你句话，下辈子别招惹疯狗。听说是科技院着火了，还有个研究员被杀了。不过是一群生活在下水道的蟑螂罢了，何必还要在窝里斗个你死我活呢？嘎了吗？笨，撤吧。确定人已经嘎了，嘎的不能再嘎了。行。你跟我们走还是留下来？嘎一个普通人还好，嘎一个3星研究员是挺大的。乔飞已经被保护杨北海的人看到了，辉子也同为野狗之家，可宁凡才刚刚加入野狗之家，几乎没有人知道团队里有着1号人物，所以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。只是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很艰难。野狗之家仇还没报，他不想做逃兵，但是他的母亲还在 S32区。小子，别那么婆婆妈妈的，想走就走，想留就留，没人会怪你。我俩如果报了仇，会回来告诉你一声。行了，走吧。我跟你们走。什么？你之前不是说过你还有家人在 F32区吗？笨，给大家报了仇，我就回来。你倒是挺自信的。对了，我好像有灵视了。什么时候？就是嘎了杨北海之后，忽然就来感觉，要是能早点就好了。不可能，你知道灵视是什么吗？在区内怎么可能获得灵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然我用一下，你们看看。还是算了，区内有监测者，一旦使用灵视就会暴露。你确定要跟我们一起走？确定。行，那等到了区外，给我们看看你的灵视。好。宁凡之所以决定跟着2人走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自己获得了灵视。如果没有灵视，他会觉得自己是个累赘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可以跟乔飞和辉子并肩作战。还有时间，要回家看看吗？走了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了。算了吧，我怕回去了就不舍得走了。究竟是怎么在这种肮脏的地方生活10几年的啊？这孩子妈妈都已经病成这样了，也不知道回来看看，整天在外边疯玩，真是不孝啊！怎么这么热闹？听说是科技院着火了，还有个研究员被杀了。不过是一群生活在下水道的蟑螂罢了，何必还要在窝里斗个你死我活呢？王，不等了吗？不等了，我都要被熏死了。哪弄来的？黑市收的呗，钱全部分完之后，就只剩4000索拉了。这辆车只要3000。行吧，索拉留给家里了。塞门缝里去了，没敢进去。上车吧。这开车的是他。乔飞和辉子的脸太熟了，想混出去如容易，所以只能由宁凡这个生面孔来跟区域强的守卫打交道。去野外啊？哪家的？斩风团的，执行任务。斩风团？你们团长不是刚刚才出去吗？林川就在外面了，你们嘎的那个人跟川哥的死有关系，我送你们出去。我出去晃悠一圈，你看慧儿。行，你注意点安全。
为啥帮我们？我们3个身上只剩下1000索拉，你如果要，亡命天涯，活着挺难，钱不多，能帮多少是多少吧。为什么？林川每次带你们出去都给我1000索拉，前几次我都收了，可是时间长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林川大方的有点过分了。到后来，这钱收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，我就问他为啥每回都给钱啊？他说我给这笔钱不是有钱没地方花，他只希望如果有一天他家的狗崽子在外面待了，但是却爬了回来，希望我能给他们把门打开，别断了这群狗崽子的生路。行者团队我见得多了，没几个老大这么为孩子们考虑，我挺敬佩他。谢谢。别谢我，谢你们川哥，能活着就好好活着。这个恶心的世界，有个能真正为你们考虑的人不容易，别辜负了他。当初林川给那个守卫钱的时候，我还跟他吵过，我说愿意给你自己给，我不会把钱分给毫不相干的人。川哥让我当这个队长，但是他还没教我怎么当呢。菲姐、辉哥，如果你们还没想好接下来该去哪，我有个提议，我想去 F27区。剑是用来舞的，而不是用来刺的，你是在侮辱剑。先去山洞休整一下吧。不用，我们……你和这小子不是几天都没睡觉了吗？况且大壮的尸体还没埋呢。休息之前，先看看你的灵视。乔飞看向宁凡，虽然他还是不相信宁凡可以在区内获得灵视，但是好奇心使然，这个世界本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宁凡点了点头，不免有些激动。宁凡将剑从身后拿了出来，闭上眼睛，回忆着嘎掉杨北海时的感觉。相比嘎掉程斌的时候，嘎掉杨北海并没有让他太过于不适，反而是一种为兄弟们报了仇的释然。那个时候，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声音：剑不是这么用的。那应该就是灵视。然而此时，在乔飞和辉子的注视下，宁凡不断努力，想要找回那个声音，却依旧没有任何动静。休息吧，我先守着，你们休息好了，换我。难道说那真是自己的幻觉？就像是乔飞说的，在区内不可能获得灵视。看缘分吧，别太执着，先休息。如果换成以前，乔飞肯定不会多说这话，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是队长了。宁凡心有不甘，可最终还是听从了乔飞的意思。没有灵视，如果精神状态再不好，他就彻底回坠了。剑是用来舞的，而不是用来刺的，你是在侮辱剑。有机会我教教你。陈武，非要做这么绝吗？辉哥，谁啊？猎杀组 F32区的行者团队。嘿嘿，乔飞，你这话问的可就有点幼稚了。白捡的赏钱，如果是你，你会不拿吗？白捡的，这么看不起我们野狗之家呀？林川在的时候，我当然不敢触你们眉头，可现在就剩下几条丧家之犬了。我如果再害怕，那就真不用吃行者这口饭了。陈武，你是属鱼的吧？忘性挺大啊，这么快就忘了之前跪在你爹我面前求饶了。辉子，你还没嘎呢，咋这么不孝顺呢？盼着你爹嘎啊！你这人不守信用啊！不都说好了吗？以后见了我必须跪下叫爹。咋的？这才多久就忘了？干他！全整嘎回去领赏。灵视，花舞。灵视，生铁。哈哈，乔飞，你的刀的确很快，但是毕竟是个娘们儿，力量上嘛差了点。如果换成林川的屠夫，我兄弟这2条胳膊肯定是废了。别用你那张臭嘴提川哥的名字。灵视风，这是你们在哪捡来的小狗崽子？还没断奶呢，就敢出来呲牙了吗？陈武在灵视的加持下，速度快得惊人。与乔飞不同，陈武的灵视是利用风向来增强自己的移动速度。用陈武自己的话来说，赶上顺风，他无敌。嘿，乔飞，这小子是谁啊？林川的私生子啊？跟谁生的？不会是你吧？去你妈的！你的臭嘴臭到我了。这孩子，我怎么说也跟林川同辈，你咋还能骂长辈呢？要不这样，你叫我一声爷爷，我放了你。宁凡，你要是敢叫，我肯定弄死你！少吓唬我，我有那么窝囊吗？灵视，剑无仇。
用不着管我。你把锤我的那个镜头拿出来啊！遇着外人咋就不好使了呢？就欺负我有能耐吗？小兔崽子，激我呢！俩人欺负老子半天了，现在咱俩好好玩玩。我要看看你扛得住我几刀。实在想不明白，就剩2条丧家之犬了，居然还能跟自己的猎杀组打个不分上下，一群废物，还得让老子出手。你的对手是我，大侄子。是你自己找死。小子，可以啊，9项满分，你真当我跟你开玩笑呢？不错，大侄子，来。受了伤的宁凡，性情跟之前也有了巨大的变化。这一战似乎激发了他血液中的某种特质，连他自己都不太明白，为什么自己现在非但没有半点紧张，反倒是有些兴奋。给我嘎！刚刚宁凡没有选择躲开，而是打算跟陈武换命。确切的说，他是在赌陈武不会跟自己换命。果然，陈武发现了宁凡的想法，想要避开破剑，导致自己的出手也改变了轨迹。他这一刀原本是要捅向宁凡心脏的。小王八蛋，你！陈武手臂吃痛，杀心越来越重。他无法容忍自己被这个小野狗搞得如此狼狈。可正当他想要将匕首拔出来的瞬间，却发现宁凡笑了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容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让我终于感受到灵视了。那是什么？灵视，剑无仇。宁凡能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一股力量所引导着，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声音：从今往后，我来教你使剑。宁凡的内心波涛汹涌，直到此刻，他才终于可以完全确认自己获得了灵视。可是，怎么和灵视沟通，并且怎样使用灵视，他却没有任何经验。我该怎么做？斩掉他！宁凡看着躺在地上捂着伤口狂吼的陈武，一时间也有些惊讶。这是自己做到的。他看着手中的剑，回忆着刚刚挥出那一剑的感觉。另一边，猎杀组的人看到自己的老大陈武被宁凡斩掉了一条胳膊，心气瞬间也散掉。尤其是宁凡身后的那个虚影，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。失败已成定局。别喊了，喊得我脑袋疼。等等，他好像在感受灵视。原来剑是这么用的。不，别，我错了。宁凡这一剑比之前那一剑还要凌厉，和之前在学院里学习的你那种类似于表演性质的所谓剑术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这是嘎人的剑术。飞姐，辉哥，我就说我有灵视了吧？可以啊，小子，真有灵视了。只是我现在还不太熟悉怎么使用灵视。慢慢来，你的灵视是什么级别？怎么判断灵视的级别？就是你在使用灵视的时候，能感受到多少魂魄的存在。多少个魂魄？好像只有一个。一个魂魄的单魂级。在这个世界看来，只有一个魂魄的灵视是最弱的灵视。没关系，灵视是可以成长的。辉子勉强笑了2声，对着宁凡鼓励了一句。可就算傻子都能看出来，这是强行安慰。不过宁凡倒是有点疑惑，剑无仇不弱呀。他能清楚地感受到剑无仇在被释放出来之后对自己实力的那种加持。你说你在内区的时候就感受到了灵视的存在？对，嘎阳北海的时候感觉到的，但如果不是刚刚真的用了出来，我都差点以为是幻觉了。所以你跟你陈武那么玩命，就是因为想要确定自己是不是获得了灵视？对。你不怕死吗？陈武虽然不强，但是杀你很容易。飞姐，我也是野狗之家的一员，看着你和辉哥在拼命，我没法什么都不做。而且我看得出来，如果不是因为担心我，你们也不会打得那么着急。我知道你们觉得我年龄小，又是新人，都想尽力保护我，但是我总不能永远心安理得的接受你们的保护吧？我们是野狗啊，赌着命来求活，不就应该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吗？你们每个人都在用命赌，凭啥我就不能赌啊？哎呀，别急着走啊！行者本来就是一个用命来赌的职业，上了这个赌桌，命就是筹码。吃了。宁凡看着颜色已经有点发暗的胆经，心里泛起了抖动。不过仅仅是犹豫了一下，他便把胆经抓在手里，闭着眼睛吞了下去。这味道不难吃，
最起码比鹰犬肉强多了。胆经的止血止痛效果也很快就发挥出来了。宁凡感觉身体的疼痛缓解了不少。差不多了，就去跟辉子把这些人处理一下。以后这个地方我们还会经常回来的。现在这小子也有灵视了，虽然只是丹魂级，但是最起码可以应付一般的战斗了。如果你们觉得身体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菲姐，我有个想法。你说吧。猎杀组那群家伙的出现给我提了个醒。你们之前跑过那么多次 F27区，肯定有不少人认识你们吧？应该有一些。我们在 F27区口碑还行，有的时候也会往回带点货。那我觉得你们就更不应该露面了。我们并不清楚战雄在 F27区有什么人脉，毕竟战雄是 F27区的团队，我们属于外人。况且洋北海的这批货虽然是不存在的，但是收货方那边会不会完全信任我们？他爱信不信，我们都帮他把洋北海嘎了，咋地？他还讹上我们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自己一个人去 F27区，我的面比较生 ，F27区应该不会有人认识我，就算是战雄的人，在之前的交手中也不会在意我这个刚加入的新人。你确定？一旦你在 F27区遇到麻烦，我们帮不上你。确定，我会想办法把战雄剩下的那些人引出来。小子，万一战雄活下来的人中有人认出你来了，你就麻烦了。辉哥，行者本来就是用命来赌的一个职业呀。要是你们能够想到更好的办法，我们可以再商量。如果没有，那就按我的办法来吧。乔飞沉默许久之后，终于点了点头。行，那你自己小心。好嘞，这样我们定个时间，就下午3点到5点之间。你们每天这段时间在 F27区门前埋伏好，一旦看到我带着战雄的人出来，就可以动手了。行。乔飞，你真放心让这个小子一个人去冒险啊？我知道你是害怕家里再嘎人，但我问你，如果这次的行动是你要进 F27区把人引出来，你会拒绝吗？当然不会啊。是啊，所以说你能去，他为啥不能去啊？他已经拥有了灵视，我们没必要把他再当孩子对待了。干嘛的？路过，做点买卖。大哥，黑市往哪边走啊？朝着这条路走到头，右转到那边，你再去打听打听吧。谢谢大哥。现在的行者都这么年轻化了吗？这是宁凡第一次来到除了 S32区之外的区域，相比之下，这里好像比 S32区热闹一点。每个区域的数字其实也代表着区域的繁荣程度，数字越小，代表区域相对越繁荣。整个 S 大区之内有69个小区域。S32区算是中等。兄弟，卖货啊？有啥好货？要是有我需要的，直接在这就帮你消化了，没必要跑一趟黑市让人宰。不用了，我不急，去溜达溜达也挺好。黑市交易比较安全，大部分区域的黑市还是比较守规矩，毕竟要做长期的买卖，没人会砸了自己的饭碗。可这种私人交易可就不好说了，嘎人抢货在区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，嘎个人大不了就关7天的禁闭而已。如果价值足够，7天不算长，全当是走一趟委托罢了。哎呀，别急着走啊！你有病吧？疯了！敢跟我动手，还想不想活了？死人的东西，你用得上吗？要是想找麻烦，这里施展不开，咱俩出去练练。老朱，别欺负人家年轻，这岁数的独狼没深浅，别给自己找不自在了。叫老朱的这个人没有继续说话，但是却也没有跟宁凡动手的意思。包裹里的这些武器，明显是这个小子的战利品。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，拿着5、6个人用过的武器，他极有可能一个人灭了一个团队。走着瞧。这个便宜，他有点不敢给。倒不是说他觉得自己一定不是宁凡的对手，只是这些破武器不值得冲动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在宁凡走后，老朱喊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战雄团队的猴子，也是当时被老段电晕的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没有了攻击性的他，也躲过了一劫。跟上他，摸清楚他手上有多少锁了。
行行行，你们厉害，要不是身上有伤，狗都不买。你们几个人，我记住了。朱哥，你要弄他吗？牛吹的挺大，还独狼，说到底也就是个落单的而已，不抢白不抢。朱哥，万一他真有点本事呢？真有本事的，谁会来 F27区卖东西？早就去3统合作区报道了。那倒也是。猴子，当初孙旺在的时候，你们战雄也没少干这种买卖吧？这事儿交给你，你应该能办好吧？放心吧，朱哥，我这就去给你查得明明白白的。小兄弟，拿的啥？拿出来看看，我这边尽量给你个好价格。在区外收缴的，行者用过的。来 F27区前，龟子告诉过他，在区内灵饰不能公开，所以在交易的时候，只需要说是行者用过的，大家都会明白其中包含的意义。来路干净吗？不是 F27区的。你等下，小兄弟，稍等一下，我有个朋友专门做武器生意的，让他来长长眼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你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，等下我给你个好价钱，你也给哥开个张。大哥，这玩意儿能不能便宜点？2000不讲价。不是，大哥，你这胆经都腐烂成这样了，效果连一半都没有，我吃了还容易拉肚子，这成色还卖2000呢。爱买不买，不买滚蛋。不是，你咋说话呢？做个买卖，瞅把你能的，还不让讲价啊？你到底懂不懂？周哥，咋了？有人捣乱啊？小崽子，啥意思啊？想耍耍？能买得起就买，买不起就赶紧走。行行行，你们厉害，要不是身上有伤，狗都不买。你们几个人，我记住了。小兄弟，这货是你的啊？是我的。给个价吧，都是1位数的啊。没错，猎杀组的人全都是单混。宁凡有点惊讶，这个女人仅仅通过几件武器就能够判断出里边的灵饰等级。彩姐，你觉得多少钱合适？这笔生意给你了。咋的？在我这还想赚点中介费啊？有生意总不能白介绍吧？500。可以。你这里有6件，正常来说最高能卖2000一件，这样我出1万，都收了吧？12000，按单件来算。那你就再逛逛看吧。在目前这个地方，能大批量收购武器的，除了我之外，没有其他人。行者的武器有一个作用，50这些武器所有灵饰，拿到区外，用特殊的方法将其熔铸，是有一定几率将里面的灵饰给熔出来的。只不过熔炼出来的灵饰无法继续附着武器，只能跟其他灵饰。这就是所谓的灵饰升级。宁凡他们之所以没有自己将这些武器熔炼掉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方面的技术。专业的事情当然要由专业的人来做。宁凡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意思，开始整理这些包裹，准备换一家问问。其实对于宁凡来说，卖掉这些东西仅仅是幌子罢了，主要目的是先了解 F27区的一些基本信息，才方便打探战雄的情报。小孩，你后边有尾巴。我知道。这一路上，宁凡知道有人跟着他。9项考核，其中就包括反侦查。在不使用灵饰的情况下，想要跟踪宁凡不被发现，基本不太可能。嗅觉够灵敏的啊，小孩。这样吧，刚刚谈好价格的基础上，我附送你1条，我帮你把身后的尾巴解决掉，不给你添麻烦，怎么样？这个女人在 F27区好像很吃得开，无论是从周围摊主对她的态度，还是她说话的那种自信，都可以说明这一点。这条尾巴我认得，昨天还来我这里卖了1根棍子和1个纸虎呢。你身上这些东西，对他来说诱惑不小。你也知道这世道人为财死，姐不知道你有啥本事，但是你总有休息的时候吧？留着1条尾巴，太不方便了。你说他来你这里卖什么了？1根棍子，1个纸虎啊。棍子、纸虎，老段、王爷。虽然宁凡不敢确定，但是时间完全对得上。宁凡很想转头去找那条尾巴，不过在片刻之后，他强行控制住了自己的冲动。不着急，他要做的是让战雄全部嘎掉。这条尾巴是谁的人啊？在区内干这种买卖，你们 F27区挺乱的。哪里不都是一样的吗？只要有钱，亡命徒多的是。战雄听说过吗？以前在 F27区还挺有名的。没听过。这尾巴就是战雄的，不过听说他们团队昨天好像被打散了，只剩下3个人了。
现在跟着骷髅团的老朱混饭吃了。这个人一定是当初埋伏我们的刺客。连 F27区的监测者都抓不到我，凭你们！战友仅剩下3人，这个信息对宁凡来说很重要。小孩怎么样？卖不卖呀？卖。真是个聪明的孩子。不过我还要加个条件。卖几件武器，怎么这么麻烦啊？你说的那个骷髅团的老朱，我刚进区的时候就遇到了，还跟他发生点不愉快。就这点东西，就想让我帮你对付老朱啊？那不可能。不需要你帮我对付老朱，我跟他有冲突，现在他的人跟着我，无非是想抢我，所以无论是这些货还是索拉，放在我手里都不安全。所以呢？所以货先给你，等我准备出区的时候，你来送我，到时候把索拉给我就行。出区给你，小孩，姐姐好心提醒一下你，他们如果想抢你，出去了更方便。出了区，我不怕抢，在外边，他们方便，我更方便。这个小子对自己的灵视很有自信，出去之后，如果骷髅团敢对他动手，说不定他很快会回来再卖一批武器。小弟弟这么有自信吗？骷髅团可不弱啊，那个老朱10魂级。没关系，就按我说的来吧。这小子的货我收了，等这个小子出去的时候再给他。大家帮我记着点，女人记忆力不好，我怕自己忘了。这个女人的做法很仗义。第一，她当着这么多人面把这件事说出来，自己肯定没办法赖在这边。第二，她也是在说给宁凡身后的猴子听。谢了。谢什么？正常做买卖而已。他做这种买卖，肯定知道怎么提升灵视的魂魄数量。见无愁是仅有一个魂魄的单魂级，如果能跟彩姐形成长期合作，说不定到时候不光是我，连辉哥和飞姐的灵视都可以得到提升。猴子没再跟着了，应该是听到了彩姐的话，知道我身上没啥油水，回去跟老朱汇报了吧。随后，宁凡就找了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入住。怎么把混进骷髅团的那3个人揪出来了？如果能避开老朱，那最好了。那如果老朱一定要掺和这件事，只能把整个骷髅团全部消灭了。抓住他！监测者，这些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说有人在区内动用灵视了？大哥，啥情况啊？嘎人了呗。大哥，他嘎了几个人？那我不知道，不过嘎的都是黑市做买卖的。估计啊，是之前谈生意谈不愉快了，遭人妒恨了，可真够狠的。老周家一家4口全部都被宰了，啥深仇大恨啊？不过那小子确实有点本事，射出的箭像是一道光似的，连监测者都折了3个。射箭一道光，光是宁凡做梦都想不到，那个射杀王爷和老段还有大众的凶手居然离自己那么近。如果当时自己拔剑，很有可能直接要了他的命。当时在迷雾森林，由于距离太远，宁凡并没有看清楚对面的长相，所以在黑市的时候并没有认出。这个男人说自己受伤了，会不会是川哥砍的？川哥是不是有可能还活着？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人见过川哥的尸体，凭什么认为他就一定嘎了？想到这里，宁凡心中忽然升起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抓住那个男人，至少也要问出川哥的下落。孩子，你干啥去？外边这么乱，你……这个人一定是当初埋伏我们的刺客。连 F27区的监测者都抓不到我，凭你们！告诉你们黑市的那些商贩，以后做买卖态度好点，别动不动就骂人。监测者有个规定，在区内能抓到就抓到，一旦出区，他们就管不了了。站住！让你站住没有听见？你跑什么？为什么拦着我？我犯什么事了吗？还挺嚣张。跟我们副队长说话客气点。追犯人没本事，拿我这个守规矩的人出气啊！有意思，岁数不大，脾气不小啊。玩硬气这一套是吧？行了，带回去。小崽子，猪头硬的，我见多了，你最好祈祷别落在我手里。原来传说中的监测者就是这种德行啊！我好像明白了。你明白啥了？
在区内不允许使用零式，这个所谓的铁律就是狗屁罢了。这个小子竟然敢在监测者面前提起零式这个禁词，还把区内的铁律形容成狗屁。孩子，童言无忌这一套在我这不好使。我说错了吗？人已经逃出去了，你们抓到了吗？原来是自己人。小兄弟别介意啊。哥，你被零式上身了。温队，你们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这小子有点欠收拾，把他交给我，我保证1天之内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。先带回去。你认识那个人？单说你在区内提起零式这件事情，我就能关你10年。在我这装硬骨头没有用。孟父是吧？我想问问，人是我答的吗？我在区内使用零式了吗？违反规定的人在区外呢。小子，你说话给我注意点。但凡你们有点本事，现在坐在这里被你审问的人，应该是那个射箭的，而不是我。你好像对我们监测者有很大意见啊。原本是没有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是因为我们放走了那个家伙，所以才引起你对我们的敌意。你们抓不住无所谓，但你们拦住我干嘛？你跟他有仇，但是你好像并不了解他。这是他的资料，你看看就知道，我们抓不到他，并不是意外。姓名：苏北，年龄25左右，零式，光石，魂级，百魂级或以上，罪行：F7区非法使用零式并且杀害原住民及监测者7名。F11区非法使用零式并且杀害高级区域管理者及监测者9名。F19区非法使用零式并且通缉等级 A 级。这个人居然是百魂级，川哥只是单魂级，能砍伤苏北。宁凡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多，迫切的想找到苏北问清楚。而且这个苏北的光辉事迹足足10多条 ，F 大区之内他基本到遍了。这样的人居然还没被抓住，甚至还能在各个区域里出现。你觉得，如果你刚刚追了出去，是他嘎还是你嘎？你可别告诉我，你拦着我是为了救我。从你手下的态度上，我好像看不出多少善意。当然，我没必要救你，我只是想从你这里多了解一些苏北而已。不过很显然，你对他的了解还不如我们多呢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宁凡也觉得自己变化有点大。曾经，他是一个喜欢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好再行动的人，可自从加入了野狗之家，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给他准备的时间。被杨北海算计，很突然；兄弟们的死也很突然。他不知不觉成为了凭借本能去行动的莽夫。不管这个副队长是不是好心的，最起码给他提了个醒。想通了这个问题，宁凡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心境了。谢了，我为之前的莽撞道歉。换套路了？没有，只是觉得你确实算是救了我一命，但是你的那个手下欺负我的事情，我该记得还记得，一码归一码。当着我的面记恨我的手下啊？咋的？你还想打他一顿啊？有机会的话，我肯定会。不过现在，我更想跟你谈谈合作。咱俩有啥合作的？苏北在这么多区域犯过事，都没有监测者能抓住他。如果这件事情让 F27区的你们做成了，算不算给你们脸上贴了金？抓苏北，人都跑了，你不是看到了吗？说什么胡话呢？谁说他跑了就不会回来了？如果你信我，我有80%的把握拿下他。大半夜的，人家正在睡觉呢，非要把人家找来干嘛？不知道女人缺觉容易老啊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温队，你们认识？他是你们队长。是啊，温才 F27区监测者队长。老孟，你抓他干啥啊？他犯啥事了？温队，你俩啥关系啊？他算是我客户。那没事了，原来是自己人。小兄弟别介意啊。哥，你被零式上身了。温队，你们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具体原因，你问这小兄弟吧。小兄弟，别忘了你刚刚还说谢谢我呢，没有的事可不兴瞎说啊。这副队长刚刚看起来明明挺硬气的，怎么转瞬之间就像个老太监似的？这个温彩有那么吓人吗？你为啥进来啊？来找姐送你出去啊？2分钟前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你是监测队的队长。你不是在黑市做买卖吗？谁规定吃公家饭就不能做买卖了？你要是真犯事了，我们俩可没那么深的交情，别指望我保你。我在区内提起零式了。还行，不算啥大事。行了，你走吧，这没你的事了，以后注意点。
那苏北怎么办？那是我们监测者的事。我真有办法抓到他。小野狗，别太高估自己，这么多区域监测者都做不到，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做到？他刚刚叫我什么？小野狗，这是自己听者有心啊，还是他知道什么？听听我的计划，你们也不会有损失。行，你说说。先给我一份受害者名单，我要知道苏北今晚嘎了多少人。他一定会回来的，而且不超过3天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他还没嘎完人呢。这个叫周豪的男人，一家4口全被嘎了，这就说明苏北是个睚眦必报、赶尽杀绝的人。然后呢？你知道苏北为什么嘎他们吗？应该是白天在黑市起了点冲突吧？没错，巧合的是，他们冲突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，当时还有2个人也帮着周豪出头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苏北会回来，把另外2个人也嘎了？不是另外2个，而是他们全家。他真敢回来？不，这已经不是敢不敢的事情了，因为他并不会感到害怕。一个人在屡次破坏规则之后，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那么所谓的规则在他的眼里就形同虚设。好啊，那我就让守卫放松一点警惕，看看他究竟有没有胆子进来。这倒是不用，区域内嘎了人，犯人还逃跑了，守卫放松警惕，反而会让他觉得里边有蹊跷。苏北是个疯子没错，但是他也不傻。要不然，这个行动你来指挥。我没开玩笑，也没有嘲讽你的意思，只是觉得这个想法是你提出来的，由你来指挥最合适。可我不是监测者。无所谓，我是队长，我说了算。不过苏北如果没有按照你猜测的再回来，那比索拉我就不给你了啊。可如果苏北真的来了，你却没把人留下，这个责任也是你来。我又不是监测者，只是给你们提了个醒而已，为啥责任就在我这啊？况且我在这里边也没好处啊，他来不来吃亏的都是我。你刚刚不是挺自信的吗？人抓到你先审，怎么样？同意吗？同意，不过我还有个条件。小孩子真麻烦，总喜欢跟大人提要求。说吧。跟大家说个事，苏北今天在区域内用灵式嘎人的事情，我有个新想法。确切的说，是这个小子有个不错的想法，所以接下来的3天，就由这个小子来负责监测者的指挥工作，包括我在内，所有人都要听他的安排。不过，这也是需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。如果他的要求是违反规定的，你们可以向我汇报，我会酌情给出意见。诸位，听懂了吗？这小子刚刚不是被押回来的吗？怎么一会功夫就变成了总指挥？可恶，那颗胆经果然烂掉了，就说不值2000吧，果然是奸商，该死！少统，我是叶良。知道，有话快说。最近家里有重要的事情，苏统让我接您回家。我不回去。少统，不要让我们下面的难做啊！少废话，没别的事，我挂了。苏统说您不回来，他就嘎了您母亲。少统，我觉得您父亲不是在开玩笑。3天内我回去，告诉老东西，他敢动我妈，我整嘎他。好的，我会转达。少统，我的意见是，您最好尽快启程。用不着你管我，我说3天就3天，把该嘎的人嘎完了，我就回去。嘎人？我挂了。哎呀，好生气啊，好想嘎人啊！你说什么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连监测者都不能在区域内使用灵视，那怎么可能抓到苏北啊？你刚才那么自信，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呢。这个女人肯定是故意的，都已经把自己架上来了，才告诉自己这个规则。苏北最差也是百魂级，如果不使用灵视，他们怎么可能抓得到？安心啦，我们还有别的手段。镇灵器，高科技的玩意儿没听过吧？镇灵器是一种研究院出产的高科技仪器，这种东西一套分为4个部件，将4个部件以间隔不超过50米的距离放置，并且开启，就会形成一块无法使用灵视的真空地带。这个东西你们之前怎么不用？镇灵器的启动最少需要20分钟，所以这东西只能提前布置，没办法在抓捕的时候直接使用。你们有几台这种仪器？2套，怎么安排？你说了算。行，那现在就开始布置吧。这么早？
那小子才刚刚跑出去不到2个小时，可能这么快就回来吗？不好说，他是个疯子，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来判断。那如果他真的回来了，是不是说明你也是疯子？不然你怎么会猜透疯子的想法？宁凡既不同意也不反对，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疯子了。明明他只想做行者赚钱，帮母亲买特效药，可现在他却距离之前的想法越来越远了。没办法，从野狗之家开始有人答的那一刻，宁凡就无法置身事外了。母亲一定要救，仇也必须得报。孟父，我怀疑那小子就是在故意报复咱们。苏北又不是蠢蛋，好不容易跑了，还会回来往枪口撞。行了，别那么多抱怨了。你要是不服，去找温队说去。也不知道温队为啥这么信他。那小子应该有点脑子，最起码从目前来看，苏北确实胆大妄为。这种人说不定真不能按照常人的思维来分析。孟父，你咋也帮那小子说话了？你呀，早就跟你说过，别觉得穿上这身皮就高人一等，容易遭人记恨。咋的？我按规矩办事，还能出啥岔子啊？那小崽子也就是运气好，不知道用啥花言巧语把温队给糊弄过去了。温队是那么好糊弄的吗？来了，可以开启1号镇灵器了。好，还真让你说中了，这家伙果然是个疯子。疯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根本就没把监测者放在眼里。孩子，你不用拿话激我，我已经够生气了。实话实说而已，把2号镇灵器也打开吧。好。这个人为什么要射2箭？难道担心1箭打不死？小看你们了，你们之中倒是有个有脑子的人，居然猜到我会回来了。糟了，他发现了。房间里的人早已经被转移走了。原本的计划是，苏北射完箭之后，应该会回来检查一下。由于苏北擅长的是远程攻击，所以当他进入房间之后，灵视的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。早就守株待兔的孟副队长完全可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，周围埋伏着的监测者也可以趁这个时间将他包围。而且这栋建筑的周围已经布置好了镇灵器，现在距离启动完成还有17分钟的时间。就算不敌，只要拖到镇灵器完全开启，那苏北纵然拥有百魂级的灵视，也发挥不出来。可是现在苏北根本就没有进来。我知道他为什么射出2箭了，苏北嘎人嘎的太多了，光是射中人的声音不对劲，所以他又试了第2箭。孟父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追出去？别走神，人还没走呢。还没走？他想干什么？确实是个疯子，明明知道有埋伏，居然没有第一时间逃跑。这个崽子是记恨上咱们了，他想把我们也嘎了。孟父，没事，小子，苏北动手了，想办法拖住他。拖？这怎么拖？那小子就是报复咱了，他想让咱们送死啊！做监测者这么久，他从来都没遇到过苏北这种人，不但疯，而且强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甚至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。那小子之前说苏北会回来，事实证明他说的没错，所以我信他，也只能信他。这个苏北真把 F27区当他家厕所了啊！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咱们 F27区的监测者，老脸往哪放啊？苏北是吧？真他妈把我们监测者当软柿子捏了是吧？有能耐，露个面让老子看看你是什么操行。小野狗，老孟可是把自己的命赌上信你这一次了。如果出了什么意外，老娘肯定把你脑袋拧下来。装什么呢？真把自己当个人了是吧？有种就站出来跟老子1对1，看老子砍不砍你就完了。躲在暗处偷袭算什么本事啊？咋的？长得磕碜啊？老子真替你爹妈感到丢人。孟父，爹，别赶了。有点出息行吗？给你穿这身皮，就是让你平时装叉用的。还有6分半。镇灵器有2个致命的缺陷：第一，需要20分钟的准备开启时间；第二，在镇灵器开启之后会出现一层淡淡的光，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把苏北骗进镇灵器的范围内，
再完成开启。行动之前，宁凡单独找到了温彩和孟父，跟两人说了一下自己的计划。这个计划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，但是同时可行性也很高。赌成功了，他们抓到苏北的概率会在90%以上。你骂谁呢？我骂谁？我肯定是在骂你啊！你倒算个爷们，明知道我在找你，还敢露面。你刚刚说替我的爹妈感到丢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骂我爹妈？执行备用计划行动。镇灵器，感应我。就在苏北走神的瞬间，孟父他们已经离开了那间屋子。孟父队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苏北也仅仅是犹豫片刻，转身便开始逃。镇灵器的作用他很清楚，一旦被笼罩其中，他的优势就荡然无存。可无论他如何奔走，都始终无法逃出这4辆车的范围。小看27区的行者了啊！老子就跟你赌一次。想抓老子，就凭你们这群废物，就让你们这群废物多活几天。等下次再来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我要把你们统统宰了。我们时间已经拖够了，苏北，请下了。为了抓我，把整个区域的人手都调走了吗？还是我赢了啊？还是野外的空气好啊？无法激活。监测者有2套镇灵器，一套被安置在4辆车上，而另一套在苏北进来之后，便以最快的速度被放置在了区外。在苏北开门出来的瞬间，便已经进入了镇灵器的范围。刚刚所有人都在拖时间，并不是等待车上的镇灵器开启，而是给外边的这套镇灵器争取时间。川哥还活着吗？你是谁？苏北并没有回答宁凡的问题，或者说他根本不知道宁凡问这话是什么意思。他嘎过太多人了，川哥是谁，他早就不记得了。可以啊，小孩，还真的让你给苏北抓着了。认识一下，27区监测者队长温彩。苏先生，非常遗憾的通知你，你栽了。你小子真厉害，我没白玩命。之前说好的，人抓到，你先审，给你24小时的时间，够吗？够了。那就去吧，手段随便用，人不弄嘎就行。刚刚那个女人不是说她是队长吗？让她进来，我对小鱼小虾没兴趣。抓到你的人是我。没有之前的设计，你以为凭你这德行能抓得住我？你们队长挺聪明啊。我不是监测者，但是设计抓你的人是我。回答我的问题，川哥还活着吗？我知道你说的川哥是谁了，那条野狗吧？野狗之家队长林川，他还活着吗？我好像想起来了，当时在迷雾森林有个瑟瑟发抖的小子，是你吧？当时我就看到你了，我本想着把你当成最后的猎物，把你追到筋疲力尽再嘎掉，可你们跑得太快了，可惜呀，可惜。回答我的问题，川哥还活着吗？他被我宰了。你找嘎。你撒谎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不信算了。从知道苏北的身份开始，他的心里就燃起了希望。他很希望苏北能够告诉他，川哥没嘎，哪怕是受伤了，最起码他们有个念想。大家可以搜遍迷雾森林，去寻找川哥的下落。可是，小朋友，生什么气啊？嘎个人而已。我嘎了你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告诉我，川哥到底在哪？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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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我宰了。我早都把他射成筛子了。那你就下去给川哥赔命。你敢嘎我吗？小屁孩不懂我的价值，难道你这个队长也不懂吗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温彩已经进入了房间，脸色有点难看。小孩，说好的，上手段无所谓，得把他的命留下，说话要算话。这种畜生为什么要留着他？总区那边的规定 ，A 级以上的重犯需要移交给他们处理。分区不可以动私刑，让你上手审问，已经是坏了规矩了。又是规矩，他们可以在区内用临时嘎人，你们不可以。人抓到了，自己不能处理，还得转交给上面。又是规矩，凭什么这么多规矩？这些狗屁规矩就是给守规矩的人定的吗？川哥很守规矩，但是现在人却嘎了，还嘎在一个完全不守规矩的人手里，凭什么？规矩究竟是为了限制谁而存在的？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。你不知道。你刚刚说的是你们监测者的规矩，跟我没关系。
小孩，这里是监测者的地方，别闹，我不想被人说过河拆桥。小孩，跟我出来，咱俩聊聊。敬重的人嘎了，心里很不舒服，对吧？你想报仇？林川的确是个挺仗义的人，很意外吗？没想到我会知道你是野狗之家最新收的小野狗。你为什么会知道？别紧张，我们不是敌人。杨北海托你们送的那批货，收货人是我。劳驾，开下门。干什么的？接人。接人？接谁？苏北。劳驾，把门打开，谢谢。你确定？你说的是苏北？确定。我刚刚得到消息，苏北被你们抓了。你是总区那边的人？苏北是要移交给总区的，可问题是，他们刚刚抓到人还不到2个小时，总区离这边很远，应该不会这么快。不是。男人淡笑着摇头，从怀里拿出了一块电子版，上面写着3统联合区叶良。你是3统联合区的人？正是。对了，苏北是我家少统，3统之一，苏万军统领之子。请你先等一下，我需要跟队长汇报一下情况。苏统让我来接人，时间有限，抱歉，我等不了了。可苏北毕竟是 A 级重犯，就算你是3统联合区的，林氏，遮天，你是收货人？是啊，这批货让我损失了15万索拉，就算你们不动杨北海，我也会想办法弄死他。你就没怀疑过货是在我们手里出问题的？我说了，林川挺仗义的，虽然我跟他接触不多，但是我看人挺准。女人嘛，都比较相信自己的直觉。林川嘎了吗？不知道，我不信他。你们未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查到的消息，野狗之家应该还剩下3个人，给兄弟们报仇。苏北这边肯定是要送到总区的，不过你放心，这种 A 级重犯到了总区之后，日子不会好过。等会我把战雄剩下那3个人的资料给你。不用客气。从他确定宁凡是野狗之家的人之后，第一时间就把战雄剩下3人的资料准备好了，算是抓到苏北的奖励，也算是不能让他亲手拉掉苏北的补偿。行了，总区那边的人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来了，抓紧时间去问问你想知道的事吧。冷静冷静，别让我难做。放心吧，我不嘎他。这时，这些人还真把我27区当鸡了是吧？谁都想来干一下子。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？一人破1城，这就是3统联合区的人吗？请问少统被关在哪里？劳烦指个路。苏北在检测者办公楼，就在那边。谢谢。你是谁？刚刚的灵氏是你释放的？情非得已，还望见谅。在下叶良来接少统。少统，苏北几位应该就是监测者吧？刚好，劳烦带个路。你真把自己当孙子了，想干啥，爷爷就得陪着你干啥。阁下是 F27区检测者副队长孟。在下并不需要知道阁下的姓名。对方的确是使用灵氏了，可问题是，这种灵氏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。站住！林氏，见无仇。孩子，勇气可嘉。宁凡，又想跟我谈规矩吗？我现在听到规矩这2个字就想吐。命是我自己的，实力不济，嘎了活该。但如果是因为被别人给我定下的规矩束缚而嘎，我不认。看来你有的不单单是勇气而已啊！宁凡双臂颤抖，他并不是害怕，而是在劈开闪电的瞬间，他能直观地感受到对方的力量，哪怕是卸掉了近乎70%的威力，残留的余威依旧震得他手臂发麻。林氏，琥珀，小孩，继续。宁凡难以置信，温彩居然也在区内使用灵氏了。你什么你？这王八蛋嘎了老娘的副队长，老娘要是再忍，还配当这个队长吗？干他！
减速吗？叶将军来我F27区串门，不需要弄这么大的动静吧？今晚真热闹啊！总长，叶将军久仰了。阁下是 F27区总长。是的，李将。叶将军叫我小李就行了。在下此番前来接苏统领的爱子是吧？行，跟我来吧。总长，苏北是 A 级重犯，我们已经通知了总区那边来接人。总区那边我来沟通，千魂叶良亲自来接人，这个面子总是要给的。千魂，你真的要放了苏北？小孩，你是干嘛的？苏北是我抓的。小子有前途呀！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回去歇着吧。我说苏北是我抓的。然后呢？thái姐说我不能杀他，因为上边有规定 ，A 级重犯需要总区来接走，他是总区的人吗？明凡，他不是。小孩，你不服啊？叶将军，你先上车，别让少统等急了，这边交给我。好。那个叶良，你应付不了，不用逞强，不是他的对手，不可逞。整个 F 大区没几个能整过他的。苏北是肯定要送走的，你如果不服气，等他们出了这个门口，你想怎么做我不管。如果你真有本事从叶良的手里把苏北抢下来，那是你的本事。可是总长，那个叶良嘎了老孟。我知道，给老孟家里发一笔抚恤金吧，我私人再拿出来5万索。不是钱的事啊，总长，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忍这口气啊？大不了我们上报总区，让总区那边制裁他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是苏万军的儿子，哪怕你上报总区，总区派人接走苏北，也会把他送回到3统联合区。你们就没想过，为什么叶良会这么快得到苏北被捕的消息吗？我们这边刚抓到人，叶良就到了，风声不是我们走漏的，还会是谁？只能是总区啊！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这么说吧，如果我真的跟叶良翻脸，动用整个 F27区的力量，肯定可以拦住他。他叶良再强，也不过是一个人。但是你们知道强行拦下叶良，留住苏北会有什么后果吗？苏万军会亲自来，并且带着他的军队。叶良只是一个信号，让我们懂事的信号。你们以为我不生气呀？早知道，刚刚就不拦着你了，真后悔刚刚没让你嘎了苏北。小孩想啥呢？可千万别犯傻，跑去对叶良动手。我知道，我打不过他。刚刚我能感受到我和他之间的差距有多大。thái姐，不瞒你说，我从第一次出 F32区到现在，还不到3天呢。之前在区里的学院，我常常听人说起弱肉强食这4个字，可活了18年，我都没正确领悟到这个词的意思。现在我用了3天就懂了。小孩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不平衡，我也一样。没有，我没有不平衡。刚刚我的确有过这种想法，但是现在没有了。我弱啊，弱者凭啥跟人讲道理啊？小孩，规矩、规定、规则这些东西，你弱就要遵守。强者是活在框架之外的，我想跳出去，跳出这个框架。明凡，以后有啥打算？原本我当行者只是为了赚钱给我妈买一支特效药，等我妈身体康复，我就不干了，还是像以前一样陪在她身边，在32区随便找个差事给她养老。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要做的事情变多了，我想变强，我想报仇，我想查了苏北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背上的担子。其实你完全可以按照之前的想法来做，没有人会怪你。跟别人无关，我不再是那个从来没有离开过F32区的傻小子。先把战雄剩下的那3个人嘎了吧，野狗之家的仇能报多少就先报多少吧。然后呢？然后挑几个倒霉蛋，抢100万索拉，给我妈买一支特效药。抢？对，抢。你想抢谁？好人没钱，没必要抢。那些不守规矩又没多大本事的人，反而油水不少。thái姐，我能在你家住几天吗？你想干啥？休息休息，在监测者队长家，我总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了吧？这孩子以后不会真的做出什么让我震惊的事情来吧？少统，谁干的？有个叫宁凡的小兔崽子，我见过，这就去嘎了他。不用了，等回去见完了老东西，我再来跟他玩。好。次日，区域墙已经开始了修补工作。对于区域墙的损坏，上边给出的说法是
年久失修。这个理由听起来甚至让人觉得智商受到侮辱。可偏偏区域内信的人还不少，甚至有不少人主动捐款，希望可以提高修补度。想不到彩姐还下得了厨房。是啊，还出得了厅堂呢。咋样？要不要把姐娶回家当媳妇？彩姐回来了。咋了？不敢回答啊？怕姐赖上你？彩姐长得这么好看，又是监测者的队长，想娶你的男人肯定一抓一大把，也轮不上我啊。看不出来，你小子挺滑头的啊。苏北被带走了，带走就带走吧。想通了。昨天就想通了。对了，彩姐，你对林氏应该很了解吧？我有些疑惑，一直想问问你。姐就是做这方面生意的，不能说是专家吧，最起码也能当你半个老师，有啥不懂的就问吧。我是在区内获得林氏的，这种情况很奇怪吗？区内？你确定？确定，就是嘎洋北海的时候。连你也觉得有问题？问题嘛，像你这种情况，根据我的经验，只会有2种可能。第一，你小子运气好到逆天，区内那些零零散散的魂魄跟你的武器感受到共鸣，并且化成灵式附在你的武器上。虽然这个几率低，但不是没有可能。那第二呢？第二嘛，你这把剑里面本身就有灵式的存在。宁凡心念一动，当温彩说出这第2种可能的时候，他就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了，这把剑有问题。宁凡小时候的某天，母亲把这把剑拿回了家，说是送给他的礼物。这把剑看上去一般般，可宁凡就是很喜欢。从小到大，这把剑几乎一直都在宁凡的身边。原本宁凡并不觉得这把剑有什么，无非代表着一种情怀。直到他看到那份血统检测报告，活着到现在，母亲只交给过他2件东西，一是这把剑，另一件就是血统检测报告。报告上的内容没有上乘血统，可为什么连下乘血统都没有？那我是什么东西？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宁凡。能给出答案的或许只有母亲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对了，彩姐，你能从武器里提取出灵式，并且转移强化到其他灵式的身上吗？你要是聊这个，那可就在谈生意的范畴了。让你在姐家住，可不代表姐会给你白服务啊。我就是问问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打算白嫖啊。之前让你们送的货，其实就是我跟杨北海购买的提灵设备。我估计杨北海那边根本就没有研究出新设备，只是想从我这片点钱，才玩了这么一手。对了，那个纸虎和棍子，我还没融呢。你如果想要，我卖给你。行，谢了。彩姐，把这2件武器的灵式提取出来，融入到我的灵式中，需要多少钱？27000，2件武器，我是4000收来的。仪器每次启动，温彩的身上完全看不出之前监测者队长的气质，简直就是一个市侩的商人，每一笔账都给宁凡算得明明白白的。之前你买给我那些武器的1万索拉，我还没给你呢，你再给我拿17000就行了。我没那么多钱。不是，没钱早说啊。我随口一问，你立马就变成了一副有生意上门的架势，我想拦也拦不住啊。行了，这2件武器我给你留着，啥时候有钱，我啥时候帮你弄。好，那就先谢谢了。你干啥去？歇够了，出去溜达溜达，研究一下怎么赚钱。宁凡。谁？宁凡。谁？谁在叫我？宁凡，看得到我吗？宁凡。你。初次见面，我是剑无愁。剑无愁。宁凡惊讶地看着前面这个男人，印象中他好像从来没听有人说过可以跟自己的灵式对话。你不是灵式？灵式？那是什么？果然，他早就觉得剑无愁有问题。根据乔飞的说法，宁凡只能感觉到一个魂魄的存在，也就是最低级的丹魂级。可他使用过剑无愁，他非常确定剑无愁不弱，非但不弱，而且很强。当初嘎掉陈武的时候，宁凡才刚刚得到剑无愁的帮助，在完全没有磨合和熟悉的情况下，展现出来的能力已经让宁凡觉得很强了。再加上昨天他一剑劈开了叶良的惊雷，这绝对不是最弱的丹魂级灵士可以做到的。而现在，不管是剑无愁进入了宁凡的梦里，还是宁凡被剑无愁拉入了梦里，这都不是灵士的特性，所以就只有一个可能：剑无愁不是灵士。那你是什么？我们不过是囚禁在剑关之中的亡魂罢了。你说我的这把剑是？剑关8种，说来可笑，这里明明是牢笼，我们却不敢逃离，因为一旦出了这个剑关，我们便会烟消云散。你是说
这店里不只有你。8种，说的当然是8个人的家，很难理解吧？那除了你之外，另外7人还未醒。问题到此为止吧，我来教你使剑。等一下，我还有问题。无需多言，我只答应过会帮你打好基础。答应过？你答应过谁？下次见面我会直接出剑，待到你能躲我这一剑的时候，我便可以回答你3个问题。这是梦吗？不是啊，那种死亡的感觉也太真实了。在剑无愁面前，宁凡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，好像无论自己如何应对，都无法躲过去。剑无愁的压迫感真是比叶良给的还要大。做噩梦了？没尿床吧？咋了？没事。什么叫打好基础？剑无愁难道只是一个基础导师？那其他欺负棺椁之中的亡魂又会教给我什么？叶良，你就告诉我呗，老家伙这么着急找我回去干嘛？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意思，多说2句话能减寿啊。你开错路了吧？这也不是回3统联合区的路啊。叶良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叶良，你干嘛？少统，安静些，到了地方您就明白了。我不想嘎你，但是这不代表我不能嘎你。苏北的脸上难得的出现了惊恐的表情，他猛然想起来一件事情，之前一直都是叶良联系他的，他的父亲让他回家也是叶良说的，从头到尾他以为的所有信息都是叶良传达给他的，苏北压根就没跟自己的父亲确认过。你打算啥时候走？海姐，早啊。早你妹啊！我问你，打算啥时候走？成天在我这里骗吃骗喝，还上瘾了啊？看着挺单纯的一个小子，咋这么臭无赖呢？第一天让你住，是你心情不好，你倒好，还真当我把你给领养了啊？好吃好喝供着你，连句谢都不说就算了，整天往外跑，混到半夜回来，说出去赚钱，也没见你带1分钱回来，买菜做饭全是我咋混的连个保姆都不如了？还有，我温彩没结婚，没对象，你一个半大孩子天天往我这里钻，你让邻居看了咋想我？你不是挺聪明吗？咋地？这些问题就算我不说，你自己看不出来啊？到现在连句话都没有，我问你，你到底啥意思？不是，海姐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激动。我激动咋了？我还不能激动了啊？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宁凡叹了口气，早就听人聊天时说过，女人来了脾气千万不能讲道理，因为根本就讲不明白。宁凡想了想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直接冲上去抱住了温彩。彩姐，谢谢你。彩姐，我知道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其实你今天不赶我走，我也打算今天就和你告别的。你说啥？我说今天我就走了。我其实也不是非要赶你走。我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我在你这里白吃白住这么久，连1分钱都没交过。去你妹的！滚，赶紧滚，一去不回的那种滚。海姐，那之前的1万块钱。不是，海姐，你是监测者队长啊，得以身作则，不能知法犯法啊。区内不让使用零式啊。海姐，你下手也太狠了。活该。其实宁凡并没有开玩笑，今天是真的要走了。这几天通过梦境之中跟剑无愁过招，让宁凡悟到了一些东西，确切的说是在被剑无愁刺死的过程中领悟到的。宁凡渐渐明白剑无愁让他组这一剑的意义是什么。剑无愁那一剑融汇了他毕生所参悟到的剑术，尝试的越多，宁凡就越能感受到这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剑有多么的精绝。宁凡每天都在反复思考练习，怎样才能躲过这一剑，可一旦进入梦境之中，却依旧没有半点抵抗力。就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，宁凡的剑术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。如果有足够的时间，宁凡真的很想等到自己完全破了这一剑之后再做打算。可现在距离他进入 F27区已经有5天的时间了，外边还有乔飞和辉子在等他。你确定吗？除了这个门，姐就帮不了你了。你已经帮我很多了，海姐，真的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自己小心，别嘎在外边了。好，我会好好活着。朱哥，真强啊！这小子跟温彩的关系好像不一般。怕啥？温彩这娘们养的小奶狗而已。我们是在区外动手，又没坏规矩，他还能把我们怎么着？可是因为这点钱得罪了温彩，不划算吧？这点钱，这小子身上肯定还有好货。最近几天，这小子一直在黑市转悠，说想要收一支特效药。
一只特效药得多少钱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小白脸手里最少有价值100万索拉的东西。宁凡出区后受到骷髅团围攻，乔飞和辉子赶来接应，骷髅团遭到了团灭，仅剩下战熊团队的猴子。正当准备了解战熊团队猴子的时候，猴子却说他知道林川的消息。你说什么？你见过川哥？在哪见到的？你们不打我，我就告诉你们。还敢跟我谈条件？我只想活着，要么你就嘎了我，但是你们就别想知道林川的下落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林川没嘎。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？当时你们之中那个晚点的把我电晕了，我就一直昏迷来着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那个大胡子提着刀，追着另一个射箭的家伙在跑。宁凡三人对视一眼，从这句话可以判断出猴子没撒谎，他真的看到了。行，飞姐，换个地方问吧。我这辈子最喜欢跟你这种硬骨头打交道了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们战熊的人都嘎绝了，你们把我放了又能怎么样啊？就你们的队员是人，我们的就不是人啊！都嘎了这么多了，凭啥你们就非得赶尽杀绝啊？你究竟要？辉子的眼神中没有半点人类该有的感情。别说话，我怕我忍不住嘎了你。猴子闭嘴了，可身体却控制不住的颤抖。早点说，早点解脱，这算是我对你唯一的仁慈忠告。说什么？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只要你们答应放了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林川的下落。匕首搁在了影子上，连宁凡都有些惊讶，他亲眼看到墙壁上的影子竟然被辉子的匕首给切开了，猴子的身上却没有半点伤势，只是那种疼痛却已经侵袭了他大脑的每一根神经。川哥在哪？求你们！川哥在哪？辉子问题不变，猴子却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，连叫声都发不出来了。这种疼痛他这辈子都没有体会过，就像自己的身体被活生生切断一样。川哥在哪？我说求你听说，再让我听到无关于川哥的话，今天一整天我什么都不干了，就陪你玩，听懂了吗？懂了。我看到你们老大被那个射箭的射穿了。你耍我？你不是说看到川哥没嘎吗？他确实没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发誓，我真的看到他的胸口被射穿了，但是他真的没嘎，而且好像比之前更厉害了，还把那个射箭的砍出一身伤。猴子害怕的瑟瑟发抖，因为连他自己都觉得这番话说出来有点驴唇不对马嘴。这个时候，没人注意到的是，乔飞在听猴子说完之后，眼神变得惊恐了起来。你是把我们当傻子了是吧？我看你还是没有爽够。我真没有撒谎，你如果不信，就嘎了我吧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没有撒谎啊。行了，辉子。啥意思？你心软了？嫌吵？你俩先出去，等我把这王八蛋的嘴撬开再叫你们。他说的有可能是真的。你相信这种鬼话？有一种可能性会出现他说的那种情况。辉哥，飞姐，有件事情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，我在 F27区见到那个射箭的人了，他叫苏北。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才说？他人呢？我其实已经抓住他了，但是他被人带走了。苏童，我该死！叶良有事起身说：“什么事情让你紧张成这副样子？还有是谁伤的你？”我把哨筒弄丢了。小北，是我该嘎。说说怎么回事？再有7天便是统领您的60大寿。之前听您说过，最近有些想念哨筒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，想要将哨筒接回来，给您一个惊喜。可没想到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哨筒竟然被人劫走了。谁做的？不知道。不过我可以肯定，对面的3个人都是千魂级。3个千魂级，这么大阵仗啊！所以你也是被他们伤的。是。行了，我知道。可是哨筒他，我想办法。我苏万军的儿子，不成器归不成器，但也不能随便被人当了筹码。统领，万一哨筒真的遇到了什么不测，我也可以再为您生一个。回去好好休息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的心意我领会到了，有心了。一个廉价的玩具，也配怀我苏万军的种。叶良，出门的时候让人进来把房间收拾一下。好。看出来了吗？
叶哥，那小子太不安分了，我们把他的腿打断了，可他还是不老实。腿断了还想跑？不，他没想跑，他想自己结束。那就把他的手也打断，舌头也。叶哥，他说只要让他问你一个问题，他就不闹了。问题？您等一下。叶良，想问我什么？你是从什么时候有背叛我爸这个作死的想法的？从他知道我的林氏名字后，就毫无缘由打断我一条腿的那一刻开始。山洞中，宁凡已经将 F27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跟乔飞和辉子讲一遍。两人听到后，看向宁凡的眼神有了很大变化。从刚刚，他们就发现了宁凡跟之前不一样，现在才知道这变化因何而来。我之前听到 F27区的动静很大，原来这个动静是你小子搞出来的啊！既然他没有撒谎，那么川哥应该还活着。两人顿时看向乔飞，他们并没有从乔飞的脸上看到半点开心，反而是满脸的阴郁。队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川哥没嘎，不是好事吗？不，恰恰相反，这是最坏的结果。我更希望川哥嘎了，川哥很有可能已经变成了鬼人。鬼人？乔飞，你确定吗？几乎可以确定。什么是鬼人？灵视是魂魄聚集而成，附着在武器上，根据持有者的心念来释放或是回收。关于这种魂魄，他们在嘎之前一定承受过巨大的痛苦，所以灵视本就不是什么安分的东西，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栖息的容器而已。可魂魄在成为灵视之前是人啊，所以即便成为灵视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最好的容器也是人的身体。当然，正常情况下，没有人会愿意把自己的身体交给灵视，除非走投无路，与灵视长时间相处，当契合度达到一定的阶段，就不需要特定的武器来触发灵视了。那个时候，灵视便会进入宿主的身体，只不过像附着武器一样，灵视还会处于一种安稳的状态。可前提是灵视已经被驯化了，如果还没有完全驯化，强行将灵视吸纳进身体，那就会成为鬼人。所以说，川哥现在已经不是川哥了，他变成了屠夫。屠夫是川哥灵视的名字。没有人回答他，但是沉默恰恰是最真实的答案。川哥还会记得我们吗？我已经把我知道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你们了。如果不是你们，川哥怎么会？你是真该嘎啊！把你碎尸万段，我都不解恨。嘎了我吧，求求你们。我们去找川哥吧，万一能治好呢？这不是病，我的妹妹就是鬼人。宁凡愣住了，一直以来他都觉得乔飞是个不太喜欢表达情绪的女人，很冷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。乔飞的过去他不知道，就连辉子都不知道。乔飞，你妹妹她不是自己主动把身体交给灵视的，而是被灵视夺走的。当一个人的精神力不足以控制灵视的时候，就有一定几率会被夺走身体。我们去找川哥吧。小子，你听不明白话吗？就算找到了，也没办法让川哥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如果到时候川哥不认识我们，甚至动手攻击我们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找个人。怎么回来了？想姐姐了啊？走的时候整个生离死别似的，这么快回来，是不是有点破坏气氛？彩姐，你能提灵，对吗？赚够钱了，来容纳2件武器了。不是武器的灵，是人，鬼人体内的灵视。林川变成鬼人了。对，你知道从武器中提灵是怎么操作的吗？容了。知道川哥变成了鬼人，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温彩。温彩就是做提灵生意的，他或许有办法帮川哥把屠夫提出来。虽然说那样川哥也会变成了普通人，未来也未必能够重新获得灵视，但总比变成行尸走肉强。可温彩的话却断送了他最后的希望。你们找到林川了吗？不敢找。行了，彩姐，那我先走了，这次真走了。你等一下，我之前听人提起过，好像有一种方法可以压制鬼人的灵视。什么方法？具体什么方法我也不知道，而且这件事的真实性我也不敢保证，很有可能是假的。3统联合区有3个统领，你现在应该知道了吧？知道，苏北他爸就是其中一个。对，我也没去过3统合作区，对那边几乎没有什么了解，我只是听人说，其中一个统领手下有一支鬼人军队。鬼人军队？对，我想如果他能够用鬼人来组成军队，是不是就说明他有办法将鬼人体内的灵视给控制住呢？那个统领叫什么？
好像叫林海吧？林凡，我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没有把握，所以你在弄清楚之前，千万别冲动。你也知道，3统联合区有苏北在。台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冲动。你这次走了，什么时候还会回来？先找到川哥再说吧。既然有可能救回他，我们就不可能一直让他一个人在野外漂流。行，如果遇到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，就联系我。在见面的时候还我，别弄丢了，10多万呢。我肯定回来。宁凡没有假客气，这部手机对他来说帮助太大了。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到以后自己真赚了钱，会加倍还给文才。行了，滚吧。走了，彩姐。臭傻子，啥也不懂。当宁凡回到山洞的时候，猴子不见了。我在鬼雾森林找了棵树，把它钉上了。这就是猴子最终的结局。运气好，可能会因为血流干嘎；运气不好，在还没嘎透之前，可能就被鬼雾森林的异兽吃掉。你刚刚那么着急出区，是想到办法了吗？乔飞有点激动，如果真的有办法，就意味着不单单是林川有救了，他的妹妹可能也有机会回来。宁凡将刚刚跟温才所谈到的事情说了一遍。3统合作区，那个地方可不好去。根据2人的描述，虽然他们也没去过3统合作区，可是却听说过那里的凶猛，那边的异兽很恐怖，人更恐怖。在3统的保护下，周围的异兽倒是不敢攻击合作区，可是在区内的人虽然不会遭受到异兽威胁，却要面对比异兽更可怕的3统。说不定哪个统领心情不好，区内就要爬一些人。3统在3统合作区就是天，3片天。如果那个监测者队长说的是真的，就说明我们要去找其中一个统领帮忙，太难了。有希望总比没有的好。我做不到放弃川哥不管，就像他放弃不了我们一样。小子，这么聊天不等于是骂我呢，就你有情有义啊。我觉得他说的没错，有希望就要试试。行行行，你们都高尚，就我白眼狼。你干什么？还能干啥？当然是跟你们一起去试试啊。我就是觉得有点困难，你还真拿我当怂包啊。不过我们现在要去哪找川哥？在 F19区那边有一个叫归魂盆地的地方，如果川哥现在真的变成了鬼人，我想他应该会去那。我妹妹现在就在那，因为那里是鬼人的天堂。3人已经启程，路上宁凡从乔飞嘴里得知魂归盆地为什么被称为鬼人的天堂。灵视占据了人类的身体，成为鬼人之后会更愿意亲近魂，而魂归盆地，遍地孤魂，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他们的领地部落。鬼人亲近魂魄，那他们的魂级会因此而提升，所以魂归盆地一直都是行者们避之不及的地方。一群毫无理智却拥有极强战力的鬼人聚集在一起，任何行者团队一旦靠近，恐怕都难以保证可以全身而退。我的建议是，最好再找些人手。这里距离 F21区不远，而且咱在那有熟人，也可以托他问问，有没有什么实力不错的行者团队愿意跟我们一起去。行。又过了2天的长途跋涉，3人距离 F21区已经不远。这一路上他们没有休息，日夜兼程。路上3人倒是打了不少的异兽，背包也越来越鼓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再有7、8个小时，差不多就能到 F21区了。就不歇了，遇到麻烦能避就避。行。宁凡在异兽图鉴上看到，一般没有人愿意打这个东西的主意。身上除了鳞片之外，没有太值钱的物品，而且相当难杀，性价比太低。大家状态好的时候，正面遇到也不会太紧张。可现在，大家体能和精神力都亮起了红灯。朋友，帮个忙，帮我救个人。别见死不救啊！求你们了，我爸要嘎了。躲开！对不起，但是求你们救救我爸。他这一箭不是奔着杀咱射的，不然最起码能伤我一条腿。不用管他，没必要。以他们现在的状况，或许能够嘎掉一只地龙，但是却不能保证3人全身而退。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，犯不上。求你们了，你们别逼我。你想干啥？不是，乔飞，你看那把弩，眼熟不？你叫什么？我叫徐奔。你是徐江的儿子？你怎么知道我爸叫啥？你个小崽子怎么长这么大了？
辉子叔，我差点都没认出你来。宁凡也明白了，之前他们说在 F21区有熟人，现在这么一看，这个熟人好像就是面前这小子快嘎的爹。你是？我是你辉子叔，大侄子不认识了。以前在你家跟你爸喝酒，你爸喝多了吐我一身，还记得不？对不起，我真不记得了，被我爸吐一身的人太多了。不是，既然你认识我爸，那就赶紧帮我救救他。徐江呢？跟我来。你刚刚那一剑的威力，就算嘎不掉地龙，也能把他打跑吧？我灵视威力太大了，我怕会误伤了我爸。但是不用灵视，我又破不了那条地龙的防御，这个力道我把握不好。菲姐，那个徐江嘎了吗？应该没有，看起来他还有呼吸。没嘎呢。对于徐江，乔飞并不算很熟，只有辉子和林川，还有大壮这批早期就加入野狗之家的人，跟他才算是真正的老朋友。你爸是不是喝酒了？而且没少喝吧？是啊，出去之前，我爸跟总长一人喝了3斤。3斤，下城的酒大部分都是用野外一种叫酒酿花的植物酿造而成的，这种酒度数极高，一般酒量差不多的人顶多1斤就醉了。这个徐江居然喝了3斤，还敢出区。宁凡忽然发现了比这个更让人震惊的事情。跟谁？我们区的总长啊，我宋叔。这老家伙什么来头，能跟总长往死了喝？老徐，起来，喝点。喝呗，怎么个喝法？刚刚地龙叫那么大声，跟嘎了一样，一动不动，听到喝酒就诈尸了。辉子，你咋在这呢？这是哪？爸，小心！你吵吵个啥呀？不是，兄弟，你爸这实力用得着我们救吗？你刚才那激动的样子，我都以为那条地龙是你爸呢。兄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确实没想到他那么快醒酒。儿子，把他的鳞片切工整点，要是有磨损就不值钱了。小辉子来找我喝酒啊，传呢，挂了呀。滚！你挂了川哥都不能挂，你这王八蛋嘴里咋就没个把门的呢？没醒酒呢，别生气，走，回去到家喝点。不是，你儿子还在那忙活呢，不等他，让他自己忙活吧，嘎不了就行。菲姐，这老徐到底什么来头啊？其实我也不熟，只见过2面。不过听川哥说，他好像不是下城人。听说这个徐江是儿时多年前被上城的人从恩赐之路扔下来的。宁凡顿在原地，一时间有点难以相信，这个家伙是上城人。大部分下城人一辈子恐怕都很难见到一个上城人。这个徐江究竟做了什么，才会被扔下来？开门。6万回来了。别提了，刚喝完的时候没觉得，一出门小风一吹，酒劲就上来了，差点嘎在外面。那不能 ，F21区外的异兽，谁敢吃你啊？不怕上头啊？啥意思？老子是酒糟啊！徐江瞪了守卫一眼，守卫也不害怕，笑嘻嘻的将徐江和身后3人请进了区内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徐江在 F21区的地位好像很高。宁凡本以为这徐江住的地方不说比温才好，总不至于比自己 F32区的房子差吧？可面前这破房子，就不说上城那些贵族老爷了，一般的下城人恐怕都接受不了这样的居住环境。这个老货真的是上城人吗？他是怎么在这里生活下来的？来，进来，随便坐。姓宋的王八犊子，不能喝就别逞能，居然往我家里吐，太祸害人了。不行，老徐，你这位太大了，咱换个地方行不？就在家里喝多好啊！喝多了，你们就直接在这睡。不是，老徐，你这里我真待不下去。你说你好歹也是上城来的，咱就一点生活质量都不讲了。我都怀疑你是因为太埋汰才被人扔下来的。上城还真就不一定比这干净。行了，赶紧走吧，求你了。咱们就去东边那家专门卖京菜的店吧。辉子，你说你这个客气劲，还非得请客拦都拦不住呢。不是你请吗？正经的，辉子、川呢？还有壮子，上次见面得有3年了吧？大壮没了。咋没的？让人坑了。因为钱呢？不然呢？还能因为啥？谁干的？一个叫苏北的，
用我帮忙不？行啊，你要是能出手最好了。人在哪？三统合作区，他爸是三统之一的苏万军，过2天直接去。辉子，我想了想，觉得有点不合适。你们这帮小野狗的仇，最好还是自己报。我这个外人插手的话，有点让别人看不起你。行了，喝酒吧。对，喝酒行。这丫头之前跟你来过，我记得。这小子毛都没长齐呢吧？红工了。我叫宁凡，刚加入野狗之家没多久。小子，能喝点不？来呗。这小玩意第一次喝酒啊。醒了，不能喝酒，以后别逞能。昨天你差点就失身了，徐江想给你个女人来着。菲姐，你帮我拦下来了。不是，徐江没钱让辉子付，辉子没同意。这老东西到底想干嘛？辉哥，那老货到底是干啥的？我咋感觉他这么不靠谱呢？哪是不靠谱啊，他是压根就没谱。幸亏钱都放在乔飞的手里了。昨天那老货趁着我喝多，在我身上摸了10多分钟，确定我身上真没钱才停的手。这个徐江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有哪个正常人把朋友灌多了，又在朋友身上偷钱的？谁呀？是辉子吗？你是？你好，我叫曲洪波，是狼盟的队长。听徐爷说，你们需要找一批人陪你们去魂归盆地。你们敢去？没啥不敢的，就是看想不想。正常来说，这种活我们不爱接，钱不多，流水也少，还容易打兄弟。不过没招，徐爷张嘴了，这个面子我得给。你们要多少钱？5万。我饿了几顿没事，兄弟们得吃饭。方便问问你们狼盟的实力吗？大家一起出门，相互了解一下没问题。我百魂级，剩下9个兄弟，5个10，4个单。这徐江找来的人太够用了，这个配置可比野狗之家强了不少。可以说，狼盟是宁凡成为行者到现在接触到的最强行者团队，就连乔飞都有些震惊。这种级别的团队去魂归盆地那种地方，只要5万，简单的1级风险委托，恐怕5万块都下不来。这里边徐江的面子占了多少，大家心里都已经清楚了。5万是不是少了点？要不再加点？不用，你们如果看得上我们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等你们准备好了，来区域墙来找我，我要是不在，你们就随便找个人打听一下。F21区没有不知道狼盟的。这个老徐还挺靠谱的。辉哥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不是还没醒酒呢。我跟老徐哪是兄弟，他办事靠不靠谱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在曲洪波走后，3个人分头行事，宁凡则负责将战利品拿到黑市去卖掉。小哥，有啥好货啊？我这边专门做一手生意的，你手里要是有，拿出来看看，我给你个好价钱。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一手的东西？这行干的时间长了，能闻出味儿呗。小哥，看你也挺年轻，没想到挺有实力啊。除了这些药品我不卖，剩下的你挑一挑吧。行，赤虎的心脏，这是好东西啊。新鲜的，1天前嘎的，2万索拉。年轻人听到了这个价格，没有太多的反应，而是先把赤虎心脏放到了包裹里。宁凡有些疑惑，按说他开的价格算是市场价，就算年轻人嫌贵，也应该会讨价还价一下。之前他就和乔飞商量过，最低1万8。然而宁凡没有注意到，年轻人放下赤虎心脏之后，对着他身后的一个人偷偷使了个眼色。兄弟，2万这个价格有点高了。F21区附近很少会出现落单的赤虎，这种新鲜的赤虎心脏2万不算贵了，不然我再去别家看看。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太紧了。没事。兄弟，赤虎心脏如果足够新鲜，2万肯定是不贵的。可你这一颗最少也有1周的时间了，品质太差了。1周时间，这心脏还跳着呢，怎么可能是？兄弟，要不然你再去别家问问吧。这种品质的赤虎心脏收了我也不好出。不过要是你实在卖不出去，再回来，我可以出500索拉收来碰碰运气。就算到时候没人买，我也赔得起，就当交个朋友了。我的赤虎心脏呢？啊，不是在那呢吗？把我的赤虎心脏还回来。不是，兄弟，你啥意思啊？东西是你带来的，让我还啥？
有人找麻烦啊，这是。兄弟，别捣乱，看你岁数不大，我就不计较了。就是不还了是吧？不是，小孩，你到底想干啥？闹事啊？把赤虎心脏还我，不然我宁可关7天禁闭。区内嘎人会关7天禁闭，不还东西我就嘎了你，这就是宁凡要表达的意思。不是，兄弟，我不傻，希望你也别犯傻。这么做生意，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。F21区的黑市挺没规矩。小孩，东西还你了，这回没错了吧？可我的伤怎么算？还没完啊？当然没完，5万索拉，这事就算完了。骗不成，该抢了。别那么多废话，不拿钱你走不出这个地方。好了，伤疤忘了疼啊。在外面你可能有点本事，可在区内你还敢亮活？这么多人还整不明白你了。忘问辉哥了，嘎一个人是7天禁闭，那如果多嘎几个，会不会叠加？宁凡的剑无头，战斗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，无论在区内还是在区外，他的实力并不会受到影响。他是怎么出剑的？没看清。受伤了要5万，那嘎个人要多少钱？在不动灵视的情况下，这个小子居然有这么恐怖的实力，你敢嘎人？还不够明显吗？让开让开！谁干的？他，所有人都可以作证，大家都是亲眼看到的。归我们执行者管还是监测者管？我也不知道。如果在没有使用灵视的情况下罚人，那就是执行者来管；可动用了灵视，就是监测者的工作。这2个部门分工明确，谁也不会抢谁的活。可问题是，小范也看不出来宁凡到底用没用灵视。不是本区的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怎么，还想跟我练练？在区内嘎个人关7天禁闭就行，可如果跟执行者发生冲突，那事可就大了。你来得很及时啊，早不来，晚不来，我刚嘎个人，你就到了。F21区的治安这么好吗？你啥意思？没啥意思，我不动手，现在倒在这的就是我了。有什么话跟我回去再说。跟你回去还有我说话的机会吗？就在这说。我奉劝你想想清楚，你的行为已经可以定义为拒捕，我打死你都行。我也奉劝你想想清楚，我的剑肯定比你的枪快。周围看热闹的人感觉跟着心脏，多少年都没见过这样的当执行者，很多黑市的好人都知道，这个执行者跟刚刚那个商贩就是一伙的。如果宁凡真的跟他走了7天的禁闭，足够他们把宁凡身上的油水榨干了。这种事情时有发生。我现在就嘎了你。我说了，我的剑比你的枪快。你要不然你试试，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跟你走？如果没办法，咱们就把动静闹大，把所有执行者和监测者都找来。他嘎人了，关禁闭可以认，可问题是，他不可能跟这个人有猫腻。兄弟，是你啊？咋有人嘎了呢？你背着的是什么？地龙鳞啊！你从昨天到现在，你一直都在弄着东西。是啊，我爸说这东西金贵着呢，弄出划痕就会影响体相，卖不到好价钱，我只能一片一片的卸下来。兄弟，你等会啊！过来一下。哎，我爸说之前和你谈好的价格500索拉一片，这里是230片，你算算多少钱？大奔，我跟徐爷谈的是50索拉一片。那我不管，反正我爸就说跟你谈好了500，要不然你找我爸说去，我拿回去钱少了，他打我又不打你。我怎么敢和徐爷谈呢？那还不赶紧的，我扒了一夜的皮，累死了，把钱结了，我得回家睡觉去了。11万5是吧？你等会，我这就让人送来。行，快点。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大奔，你们认识？哎呀，老何，你在这干啥呢？他嘎人了。你嘎的啊？笨，因为啥啊？他们要抢我。你要抢他啊？不是，大奔，这件事情其实是……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这兄弟昨天救了我爸，你们抢他就是抢我爸。我爸之前跟你说没说过，做生意要讲诚信，不能欺行霸市，不能漫天要价，谈好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。兄弟，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啊。不用了，我又没吃亏。区内嘎人肯定是违规了，虽然他是我爸的朋友，但是我爸说了，他这一辈子就讲个理字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我等下回家告我爸一声，他的救命恩人让你给带了。别，这是不怪人家，怪就怪这些贩子他们不守规矩。
嘎了活该，真活该，确定活该。那行，兄弟，老何都说活该了，那他就活该，跟咱没关系了。我还有东西要卖，等我卖完了，请你吃饭。卖啥啊？10来把武器和易售的东西。易售的东西，那不正好吗？你过来，给我兄弟估个价。大奔哥，别找我了，有生意不做啊。大哥，你觉得多少钱合适？最终，宁凡把易售的那些东西都卖给了那个小贩，徐奔还帮他多要了2张。兄弟，你叫啥啊？宁凡这才想起来，之前就跟徐奔见了面，好像确实没有自我介绍。我叫宁凡，我叫徐奔。我知道。宁凡真的有点看不懂这个徐奔，看起来像是挺憨厚的，可有时候又感觉他很滑稽。昨天你们跟我爸喝的咋样？我喝了一口就醉了。那你也不行啊，有机会多练练。宋叔最开始也不行，让我爸灌了3年，练出来了。F21区的总长活生生让徐江那个老货灌了3年。徐奔，非是那些人好像都挺怕老徐的，执行者也不敢得罪他，这是因为跟总长的关系？跟那没关系。那是为啥？我爸厉害呗。这条路不是回你家吗？是啊，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我请你吃饭。不着急，你们不是得过几天再走吗？我困死了，先回去睡个觉。那行，等你醒了再说。队长，你跟曲洪波那边商量的咋样？乔飞的任务就是去跟曲洪波探讨一下去魂归盆地的具体安排。我们的人自己负责自己，狼盟那边他来指挥，决策上有分歧，听他的。还有，曲洪波说去魂归盆地的路途不算近，必须要开车，需要我们帮他们提供。行，那估计得买3辆。我今天去看了，差不多点的8001辆。小子，那些东西卖了多少钱？8万2。要不你留在区里做买卖吧，川哥我们去找就行了。那些东西的价值，他们之前已经算过，最多也就6万多，可宁凡却卖了8万2。宁凡也把事情的经过解释了一遍，两人才算弄明白。得，这回不但欠了老徐人情，小徐的人情也欠了，欠就欠吧，有机会再还。宁凡手里有8万多，队长你手里应该有4万多，现在手里的钱够宽松，要不我多买点药品备着。买吧。去魂归盆地，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风险。既然有钱，就先花着，只要命在，就可以赚。3人很快就把账算明白了，给狼盟的5万，买车1万8，买药2万多，加上路上的一些食物，一共10万应该是够了。这钱赚起来难，花起来是真快啊！行了，早点睡吧。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休息，明天分头找人去了解一下魂归盆地，多知道一点信息，我们的风险就降低一点。今天咋没找我喝酒呢？你们几个是要去那个什么盆地是吧？魂归盆地，昨天你都问5遍了。是吗？喝多了，记不住了。丫头，你和这小子反正也不喝酒，正好去见个人，他对那个什么盆地有兴趣。见谁啊？楼下的，你们直接下去，就说是我老徐的朋友。行。老徐谁呀？宋凯，一哥们。是老徐的朋友吧？你是？我姓宋，愿意叫哥就叫哥，愿意叫老宋也行。先上车再聊。虽然说宋凯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，但是两人都已经知道 F21区总长。路上，宋凯完全没有任何架子，跟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话家常。当得知两人原本是 F32区的人，因为一点小摩擦没办法回去之后，宋凯大方笑道：“没事，在21区一样活。”宋总长，老徐说你找我们是因为魂归盆地的事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拜托你们帮我找个人。鬼人？是我儿子。你确定他在魂归盆地吗？不确定，但不是都说那里是鬼人的天堂吗？说不定他也在那呢。行，找到他之后呢？杀了。杀了吧，这样大家就都解脱了。宋哥，也许鬼人有办法恢复成正常人，老徐没跟你说吗？没有啊，你们有办法把我儿子恢复成普通人？这个办法暂时还不确定，只能是有希望。不管可不可行，总是要试试的。能不能把这方法告诉我？宋凯是老徐的朋友，两人也没把他当外人。很快，乔飞就将宁凡打听到的方法简单说了一下。是说需要找3统合作区的林海帮忙吗？对，但是需要怎么接触到林海，并且让他答应帮忙，我们还没想好。你们如果能把我儿子带回来，林海那边我去想办法。宁凡眼前一亮，3统合作区的统领，以他们目前的身份是很难接触到的。但是宋凯或许有办法，毕竟人家是总长。虽然说到目前为止，宁凡还弄不清楚3统合作区那边的统领和各个区域的总长是什么样的地位，但是大概估计，就算有差距，应该也不大。听说
你们这次去魂归盆地是为了你们的队长？对，我们的队长为了帮兄弟们报仇，自愿变成了鬼人。哎，林川是吧？我听老徐提起过，是个挺仗义的人。不过啊，在这个世界，好人通常都没啥好下场。宁凡挺同意宋凯的说法，苏北在各个区嘎人，就因为有个当统领的爹，哪怕把他抓住了，也惩罚不了他。这样，你们这次去魂归盆地，一切费用我来出。你们把需要的东西列一份清单给我，我找人帮你去搞。这里我比你熟。不用了，我们现在手里的钱还够，况且人还没找到呢。没事，老徐说你们靠谱，我就信得过。就算你们找不到我儿子，就当大家交个朋友。毕竟你们给了我希望，这人要是没个希望啊，活着可太难了。宁凡突然明白为什么宋凯会经常跟徐江喝酒了，因为他的儿子虽然是总长，但同时也是人，总有过不去的坎，想不开的事，酒精可以暂时麻痹他。宁凡心中一直有个疑问，在几番犹豫之下，还是问了出来。宋哥，其实我挺好奇，老徐到底是干啥的？我能感觉到他在 F21区威望挺高，但是这老小子看起来又很不着调，是吗？对，不过他找了狼蒙来帮我们，感觉他办事又挺靠谱。老徐啊，是个神人。我刚才说，这世道好人没好下场，但是同样，太坏的人也不一定就能善终。老徐呢，他就是那种，你说他是好人吧，他有时候玩的确实挺野性，可你要说他是坏人吧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不会无脑的善，也做不到极致的，这就是徐江。那为啥 F21区的人都挺敬畏他的？是不是因为他是上城下来的？扯淡，他是被上城扔下来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上城不要的垃圾，凭啥我们就得捧着供着啊？咋的？我们下城人膝盖就这么软啊？其实老徐刚被人从恩赐之路捡回来的时候，过得挺惨的。你们也知道，上城人看不上我们，觉得我们是地沟里的老鼠蟑螂，是臭虫。那我们对上城人能没有怨气吗？恰好你觉得谁会给他好脸子？好不容易有个高贵的上城老爷掉进了我们这个下水道，那我们还不可劲的在他身上发泄心中的不满吗？老徐刚来的那会，吃的没有，住的没有，不少人只要是心里气不顺了，就去垃圾站踢他两脚。老徐倒是也没跟人发生冲突，每天就在垃圾站里睡，饿了的话，看到啥能吃就吃。当时还有人说呢，这上城老爷一点架子都没有，比我们还像蟑螂。后来呢？时间长了，大家也就都接受他了。开什么玩笑呢？几百年的怨气，可能这么简单就撒掉吗？这种压抑的释放，只会越来越激烈。这事，其实我不好跟你们说。哎，算了，反正那老货也没打算瞒着。他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别人的嘴。后来有个小寡妇，男人是行者，嘎在外边了，就留下他一个。这小寡妇善良啊，看老徐天天吃垃圾，偶尔就去给他送点吃的，倒不是啥好东西，都是些家里的剩饭，但是总比那些垃圾强不少。老徐也不客气，每天等着小寡妇来送饭，连声谢也不说。就这么过了1个多月，小寡妇怀孕了。老徐的那孩子啊，不是老徐的，那就是人家小寡妇临走之前留的种，跟老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孩子是大奔。当时挺多人觉得那小寡妇有点贱，上城不要的垃圾，一尴尬的男人就往上贴，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？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传下来，说小寡妇肚子里的孩子是老徐整出来的。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这小寡妇的日子啊就没清静过。最开始街头巷里的议论，小寡妇还能不当回事，可是时间长了，整个区都传开了，说小寡妇的男人还在的时候，她其实就跟老徐好上了。毕竟是个女人家，谁还不要个脸皮？久而久之，小寡妇也受不了了，也不敢给老徐送礼。老徐倒是好说，反正之前又不是没吃过垃圾，能凑合活着就行。没了小寡妇送饭，虽然伙食差了点，老徐也没挑，又开始回到刚来的那会的日子了。就这么过了大半年，小寡妇死了。咋死的？被一群男人打死的。当时小寡妇刚把孩子生出来，周围的人全都已经认定了孩子是老徐的，说这孩子是野种。小寡妇丢了下城人的尊严，想发泄总要找个合适的理由。然后呢？然后
那群人就把小寡妇的尸体抬到了垃圾站，扔到了老徐面前，还告诉老徐，以后谁对他好，谁就是这个下场。据说老徐当时挺冷静的，他就问了那帮人一个问题：孩子呢？他一定是这么问的。对，那帮家伙把孩子丢到野外去了。那帮人说，把这孩子扔到野外，是为了去给小寡妇死去的男人赔罪，野种不配留在区内。老徐没说什么，而是第一次走出了区域。3天后，他抱着一个男孩回来了，那孩子就是大笨，而那些整死小寡妇的人，没出1周就全失踪了。去哪了？不知道，尸体到现在都没找着。之前有次喝多了，聊到这事，我问过老徐，他说那些人只是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。把他们带回来之后，老徐也不在垃圾站住了，而是去温慈之路当了分拣工，还租了现在这个小破房。别人问起来，他就说大卫是他的儿子。那他不就等于承认小寡妇跟他？是啊，他承认了。他说人死了，名声不重要，孩子还活着，不能让他没爹娘，野孩子容易来欺负。他以后就是大笨的爹，谁欺负大笨，他护着。他做的没错，就算解释这孩子跟他没关系，也不会有人相信。对，大部分的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。不过大笨也算孝顺，而且被老徐从野外带回来，算是捡了一条命，现在也活得健健康康。能不健康吗？人家大笨从小就是吃上城的京菜长大的，下城食物人家一口没碰过。小兔崽子活得比我都滋润。即便老徐去温慈之路当了分拣工，赚到了钱，自己依旧还在吃垃圾。他的钱除了租房子外，就是给大笨买京菜。用他的话说，这孩子他亏待不起。有了大笨之后，老徐也不再任人欺负了，谁踹他2脚都没事。但是谁说孩子一个不字，2天之内准保遭难。渐渐的，也有人意识到老徐可能真有点本事，欺负他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。老徐在爱夫21区的地位很高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去给你们帮忙的郎蒙，你们肯定记得吧？那小子拿老徐当半个爹，老徐跟曲洪波他爸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方式接触的，两人认识之后觉得挺投缘，慢慢就处成哥们了。当时的郎蒙还是老曲掌权，在21区有1号，一般人可不敢招惹。很多人都说是老徐扒着老曲给自己撑腰，毕竟从两人认识开始，敢找老徐麻烦的人就少了。大概10年前吧，老曲接了个委托，带着郎蒙出去，可最后郎蒙就回来了一半的人，老曲也没有回来。那个时候曲洪波也就不到20岁，还没开始跟他爸出门历练呢，完全就是个愣头青。郎蒙这么大的毯子，他肯定弄不明白，而郎蒙那些老人就开始打起了这个招牌的主意。都是老战友了，至于吗？至于，你是不知道，郎蒙这块招牌在21区多值钱。这么说吧，同一个委托，一般团队要2万，郎蒙就敢要5万。在老曲的葬礼上，郎蒙的老人就开始忍不住了，曲洪波说啥都不给。老徐出手了。老徐是从根刺之路下班之后才得到的信，第一时间就赶过去了。看到被打得不成人样的曲洪波，老徐就问了他一句话：这块招牌书给你留着，人你重新招，行吗？自那以后，老徐每天就3件事：上班、照顾大奔，还有带着曲洪波去野外。现在老徐算是轻松了，大奔长大了，曲洪波也撑起了郎蒙。老徐是因为什么从上城被扔下来的？不知道，这种问题没法问了，那不是等于拿刀刮人家的肉吗？老徐啊，早就把自己当成下城的人了，咱们也没有必要再议他曾经在上城的事了。对了，这些事你们回去别跟老徐说，不然这老货又得灌我酒了。我可不是在跟你吹牛，要是再让我年轻几岁，我肯定杀进3桶合作区给穿出口气。你可拉倒吧，喝点酒就觉得3桶都是你养大的，咋的？你不信呢？那天在野外你没看见，我一拳就把那条地龙打废了。这个我不跟你犟，你这老货拳头确实硬。不过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有这本事不出去闯一闯，
天天在家喝酒有意思吗？闯啥呀？我是上城下来的，啥玩意我没见过，有啥可闯的？你是上城的，你尊贵，你有见识。咋的？嫉妒啊？觉得没投个上城的胎不平衡呢？那有啥不平衡的？我就觉得下城挺好的，有兄弟有朋友。也是，上城你不能喝就说不能喝，往地上倒算怎么回事？真当别人看不见呢？你去辉子那屋住吧，这俩人估计一时半会也喝不完。宁凡回房之后，刚刚进入梦乡，就提起了12分的精神。这一剑，他已经在心中演练过无数次。他的手中虽然没有剑，但是却抬起了手，做出了手里有剑的动作。我活了，进步很快，天赋不错。那我现在算是学会你的剑法了吗？还差得远呢。之前答应过你，躲开我的剑，就回答你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你已经问完了，还有2个。这也算一个问题？当然算，你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。宁凡有点不敢说话了，足足想了10分钟，见无愁也没有催促。终于，宁凡面色变得严肃了起来。你之前说我的这把剑是剑关，而你们8个魂魄是被一个人关进来的，那个关你们的人是谁？他是谁？你的3个问题已经问完了。接下来我要做什么？如果我通过你的其他考核，是不是就还有向你问问题的机会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我不想再回答了。那我要怎么做才能打开那个关果？早呢，战胜我之前，其他关果不会打开。斩下这一剑，你的剑术就已经达到了我的3成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再用其他招式杀你。醒了吗？醒了。下楼吧，狼盟的人到了。明知道今天可能要出区，还往死里喝。那是我想喝吗？明明是徐江那个老货拽着我下巴往里灌啊！来了，我的人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了。东西在车上，你们看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。这3辆车是宋凯今天早上派人开的，所有物资都已经放在车上。哥，都是好货。行，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？就现在呗。那就走吧。等会儿。咋了，大坟？老徐出啥事了？我跟你们一块去。大坟，你也去。徐爷让的。我爸说了，让我跟你们出去见见世面。野狗之家这3个人，屈洪波虽然是看在徐江的面子上，肯定会全力帮忙，但是差着关系，隔着情分呢。就算尽全力，他也会首先保护自己人。可徐奔跟着就不一样了，他就算自己死，也不可能让徐奔受险。想到这里，屈洪波也明白了徐江想表达的意思，别把野狗之家这3个人当外人。行，大坟，遇到什么情况你自己小心，有突发情况，哥未必顾得上你。不是，老徐，你昨晚不是刚跟人喝到天亮了，不睡觉啊？我还有一屁股的事情要处理，要不咱晚上再喝行不？晚上就不喝了，喝够了。啥意思？你让大奔跟野狗之家的人走？孩子大了，该放手了，毕竟不是亲生的崽，养了他快20年，够意思。你少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，你是什么人？我还不了解。你啥时候不把大奔当亲生的了？当谁瞎呢？老徐，你到底想干啥？别吓我！我体内的瘴毒要爆发了。我还以为啥事呢，整得这么吓人。我给你买1支。不用了，特效药那玩意我自己能整着。你去哪整？老徐，你该回去了。其实我真想过，不如就这么留在下城，死在下城，埋在下城，挺好。可是我怎么能甘心呢？老宋，你知道上城和下城的距离有多远吗？什么意思？18分钟，7秒。从被扔进 N 次之路的那一刻，我就开始计时，直到落地，一共用了18分钟7秒。许家那小子现在比他妈都强了，大奔也算长大成人了。我没啥意思。还回来吗？没命，喝酒没意思。不一定，看情况呗。有命就回来，没命也算是落叶归根了。说到底，还是觉得下城脏是吧？不想被埋在下城。说下城脏，那是因为你没见过真正的脏是啥样的。行了，看你这德行，也没心情陪我喝了，先走了。老徐，能不走吗？这里疼啊，疼了20年了。你这个徐老狗，你早知道自己会走，那你跟老子交什么心啊？如果中途不遇到大麻烦，8、9个小时应该能到。
我们把这几天收集到的信息共享一下。可以，我听说魂龟盆地附近有个鬼籍。这个我也打听到了，这个鬼籍的规模不小，已经算个小寨子了，里边都是一些常年在魂龟盆地跟鬼人打交道的行者。我还听说那里有贩卖鬼人的。贩卖鬼人？好像还有专门抓鬼人的。有的，而且据说价值还不低呢。通常鬼人的魂级都挺高，10魂级是最常见的，100魂级也不在少数。听人说魂龟盆地深处还有1000魂级的鬼人存在。有啥想法直说。我是在想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轨迹上找到川哥？到了再说吧。兄弟，几个人啊？10来个吧。咋了？兄弟第一次来鬼籍吧？门票200索拉一位。进门就要200，还按人头收费。没办法，我们也得吃饭。咋整？还进去吗？来都来了，进去看看。我们这辆车进去就行。谢了。我们的任务是帮你们找人，又不是旅游的，让您请我们长见识，没道理。兄弟们来鬼籍干啥吗？买鬼人吗？还是买点装备？随便逛逛。兄弟，这个价格真不高啊！你总得看看咱这货是啥质量啊！年轻、漂亮，而且是数量在80以上的10魂级，这种质量的鬼人，无论是买来玩还是当打手，都不亏啊！兄弟，你要是觉得贵，就再逛逛也行。我敢说，真个鬼级就没有比我货质量更高的。算了，5万还是太贵了。菲姐，她是通过乔飞的反应来看，也基本可以确定，这个女孩是他的妹妹。乔飞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脱离团队，我的事不用你们管，也不会牵扯到你们。但是同时，你们也少管我。菲姐，我不拦你，但是你得让我把话说完。那些东西叫镇灵器，你如果出手，必然会进入镇灵器的范围，到时候你的灵识使用不出来。那你觉得你真的能杀了那个家伙？菲姐，你这样贸然出手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会被抓，甚至被杀。而你的妹妹明天依旧会出现在这里。就算你杀了她，然后呢，你妹妹会回到魂龟盆地吗？不会。鬼级的东西，如果无主，那么谁捡到了就是谁的。宁凡，你注意点说话方式，别刺激她了。菲姐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即便不使用灵识，我的战斗力也不会受到影响。你想去，我就陪你，大不了栽在这里。辉哥，等我们下车，你就把车开出去等我们。区队长，让你的兄弟接应一下，行吗？那没问题。好嘞，谢了。菲姐，你如果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就下车，把他嘎了，把人抢了。到时候你们只要能跑到门口，我就把追你们的人全突了。怎么着，队长，给个话。你没必要这么做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我们野狗之间是不是自己的事，还能分得清楚吗？队长，你想干咱就干，不想干我给你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结果还是一样的，把他嘎了，把人抢了，只是风险会小很多。辉哥，帮个忙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是我的护卫。我管你叫啥啊？少爷还是主子？就叫少爷吧。哎，兄弟，看货，有眼光啊，相中了。什么价钱？5万，这兄弟也看中了。5万不贵，辉儿，交钱。好嘞，少爷。5万是吧？点一点，没问题的话，货我们带走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等一下，明明是我先看中的。兄弟，你不是没交钱的吗？那我也没说不买啊。那我就没办法了，人家这小兄弟先交钱了，除非你比这小兄弟价格出得高。你什么意思？小兄弟混口饭吃不容易，既然你们都看中了，当然是价高者得了。还有谁看中了？这兄弟啊，你不是看到了吗？哦，你他妈跟我家少爷说话，
客气点。你想跟我抢啊？我叫苏北，不服可以来3桶合作区找我。3桶合作区，姓苏，狗腿子管他叫少爷，他爸是暗秀统领苏万军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鬼集外面我还有2辆车，让他们一起开进来热闹热闹。人家确实还有辆车人在外面呢，都别闹了，和气生财呀！就没见过你这么做生意的，跟我有啥关系？现在他是我的了吧？那当然。之前没买过鬼人，放在车上不能出问题吧？苏少爷，跟您我就说实话了，这玩意其实不太好控制。鬼人嘛，攻击性太强，得用仪器压制住他体内的灵。卖吗？这可不能卖，这是吃饭的家伙，卖给您，我再搞也费劲。那你啥意思？万一鬼人伤害到我家少爷，你赔啊？兄弟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一般情况，货我们出了，后续怎么处理就看买主了。这玩意哪有包售后的？行，那我们就带走了。但是我话先说清楚，要是我家少爷在路上破点皮来找你的，可就不是我们这几个人了。苏少爷，这阵灵气我肯定没法卖，当初弄来的时候可费了大劲了。要不我帮你送到3桶合作区，不用钱，就当交个朋友。那也行。随后，宁凡让辉子和中年男人先把镇灵器安装到了车上。苏少爷，装好了，啥时候走？撤吧，没啥好货了。大粉，走，跟哥换辆车。你上来吧。苏少爷，咱们这次回3桶合作区，是打算休息一阵，还是落个脚继续出去走走啊？如果苏少爷想找点刺激，我有一些好推荐。这些年走南闯北，我见识到了不少稀罕的玩意，肯定有合苏少爷胃口。美女，你这把刀挺好看的。美女，我发现你跟我的这件货长得挺像啊。别介意啊，我没别的意思。他叫乔宇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我跟他长得很像？她是我亲妹妹，当然像了。你不是苏北，你们不是3桶合作区的人，不可能！我警告你们。妹妹，姐答应过你，谁敢欺负你，姐就整死谁。哭吧，菲姐，没人会笑话你的。哭过，发泄过，才能继续好好活着。菲姐，你妹妹之后怎么办？等回到 F21区，跟宋总长商量商量，看看他能不能帮忙找个地方安置一下吧。也是，宋总长之前说了，他回去找3桶合作区的林海、乔宇应该能恢复。乔飞没说话，他知道宁凡这话一大部分都是在安慰他，不过有希望总是好的。就停这吧。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我记得小时候听我爸提过一次，他说在他们那个年代，这里还不叫魂归盆地，而是叫什么圣墓。圣墓啥意思？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，听他们老一辈的喝酒的时候聊天说，这个盆地好像是被人挖出来的，原本这里就是一块平原。被人挖的？他们说之所以把这里挖开，是为了寻找一口埋在这下面的棺材。棺材？难道？老李，等下你先下去看看。宁凡记得这个老李的灵式叫折光，可以通过光的折射，让自己隐匿于周围的环境之下。你们2个负责保护老李，一旦老李被识破，你们掩护他出来。乔队长，我这边的人准备好了，你们怎么安排？怎么说？屈洪波有点意外，乔飞是野狗之家的队长，但是却率先问宁凡的意见。屈哥，你们对鬼人了解多少？接触的很少，只知道他们喜欢亲近魂魄，而且被体内的灵所控制。小子，你在想什么？你们说灵有思维吗？肯定没有啊！刚刚在鬼集上，你不是看到了那些鬼人是什么状态了吗？那如果鬼人没有思维，也就意味着灵也是没有思维模式的，对吧？废话，队长，直接行动吧。那灵为什么会侵占人的身体？宁凡再次开口，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是脊背一冷。通常来说，相比于武器装备，灵更喜欢在人类的身体里祭祀，所以灵其实一直都在武器装备中，等待着人类犯错。当人类需要他们力量的时候，
他们会乖巧的支付住宿费，将一部分力量借给人类，达到一种平衡的供需关系。可当人类需要更多力量的时候，他们便找到了真正寄生的机会。这个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，灵都在隐忍，就好像一个狡猾且耐心十足的猎手。这种东西怎么会没有思维？这根本就是一种悖论。可是，如果灵真的有思维，那么鬼人又是这种状态，这未免有些太违和了。灵都已经占据了身体，拿了身体的控制权，难道就是为了当一具行尸走肉？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？其实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。说说看。我怀疑，在灵占据了人类的身体之后，会受到很强烈的排斥。灵想要拿到身体的控制权，可是人类也会有自己的思维和意志，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身体交给灵来控制，也会进行抵抗。人和灵的互相争夺身体的控制权，才导致了这种行尸走肉的情况。所以你说鬼人其实并没有完全丧失自己的本心？可是这也仅仅是个猜测而已。如果像你说的，鬼人其实是在争夺身体的控制权，那么总不会一直都处于这种状态吧？无论是本体意志还是灵，总会有一方获胜。你怎么判断站在你面前的人究竟是本体，还是已经被灵控制了呢？如果说灵真的具有一定思维，那么完全可以伪装成正常的人类来生活，常人根本没有办法判断。而且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是我刚刚才想到的，在意志和灵的争斗中，意志必然是更容易变得薄弱的一方，而灵则有提升的空间。这里为什么叫鬼人天堂？鬼人为什么喜欢亲近魂魄？因为在与意志的斗争中，灵需要帮手。之前你们说过，鬼人会吸收掉一些魂魄，进化到更高魂级。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灵需要其他魂魄来壮大自己，进而战胜本体意志。在场众人没有人再开口质疑宁凡，宁凡的猜测太合理了。仔细想想鬼人的特性，似乎一切都能够通顺。但是同时，一旦认同了宁凡的猜想，就意味着他们将推翻曾经一切对鬼人的了解。最让人感到心底发寒的是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他们会对身边所有的人都充满怀疑。这不可能吧？所以乔宇现在还保留着自己的意志，正在抵抗着体内的灵。很有可能。如果你的猜测就是事实的话，那你想到能让他恢复的办法了吗？我有一个大概的思路，但是不敢保证一定会奏效。不过现在说这些还早，这里并不安全，就算是尝试，最好别再更替。旭哥，我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，其实就是想说，让你的人进入盆地，哪怕他的灵视可以隐匿，风险也太大了。因为鬼人对灵视的感知可能比人类敏锐，他们或许看不到你，但是一定会嗅到灵视的味道。那你觉得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旭哥，让你的人把镇灵器拆下来，把镇灵器按照这4个点来布置好。李哥，等镇灵器开启之后，你就释放自己的灵视，站到那边。2位大哥，等下你们在这里支援老李，一旦鬼人接近老李10米范围内，你们需要帮他拦下来。大奔，如果老李引出来的鬼人太多，你可以适当的让他们减员，不过你还是最好控制一下力道，毕竟你宋叔的儿子或者川哥有可能就在里面。薛洪波对比了一下他自己，宁凡的任务布置明显更加细致入微，连每个人的站位都交代到明明白白，这可不是想想就能做到的事情。你家这小孩心挺细啊。咱 F32区的第一高材生，咋的？我们野狗之家就剩3人了，你还想抢啊？旭哥，你的灵视主要是偏战斗还是偏辅助？战斗。那行，你来这。好了，小孩，有个事儿我想不明白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想把鬼人引到镇灵器的范围内，但是进去之后呢？其他狼盟的人其实也有这样的意思。鬼人进入镇灵器范围，虽然无法使用灵的力量，但是不代表没有危险。成为鬼人之后，身体机能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，无论是力量、速度，还有愈合能力，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。进来之后，我来控制住他们。你不会是想不用灵视跟鬼人战斗吧？放心，我不会自己找死。李哥，释放灵视。大凡需要我突突不？先不用。好嘞，啥时候突突告我？老李，跑，不要收回灵视。灵视金钟，灵视藤蔓。
百魂级都精神点。大奔、突突，辛苦了，李哥、虚哥。明示，乱尾。鬼人本来想冲向那两个支援，可在曲洪波释放灵视的瞬间，他们便被吸引。百魂级的灵视显然更像。李哥，赶紧出去！小孩，你自己真的能行吗？别婆婆妈妈了，出去。行，你小心点。这孩子真有这个本事吗？就算他9项考核满分，想要对付20几个鬼人，风险也太大了。这小子精着呢，他既然能制定这样的计划，最起码就应该有90%以上的把握。宁凡，你还行吗？行，特别行。天天做梦让见无仇可，终于我也能砍人了。宁凡被单独和一堆鬼人关在了一起，但是宁凡却一点也不害怕，反而变得兴奋起来。凭借自己见无仇无法被阵时去压制，把土牢里的鬼人全部送来。搞定了，把土牢打开吧。宁凡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还可以。虽然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会是这样的结果，可真正发生在眼前，还是让人有些难以置信。这小子真就在不动用灵视的情况下，杀了20几个鬼人。镇灵器可以关了，这东西我们接下来还得用吗？还得用，你是打算继续用这种方式？先歇一会儿，然后继续。计划的顺利实施给宁凡带来了一些自信。宋总长说，他的儿子在成为鬼人之前也是单魂级，跟川哥一样，所以他们如果来到了魂归盆地，大概率会在外围游荡。所以你是打算把魂归盆地外围的鬼人用这种方式清理干净？我粗略算了一下，外围大概有200-300鬼人，算上我们的休整恢复时间，最多3天之内差不多可以搞定了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什么？宁凡有些意外，一向冷若冰霜的菲姐居然会问出这种问题。难道是因为乔宇的缘故？他们可能也是有家人惦记的。宁凡，我们只是想要找到川哥和宋总长的儿子，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们呢？刚刚的计划，我以为你只是为了找到鬼人的弱点而已。旭哥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你的计划我没意见。辉哥，那你呢？别问我，你们决定好了告诉我该做什么就行。决策方面，我不参与，我不想思考。你们都觉得无所谓，虽然他们是鬼人，但是宁凡刚刚也说了，他们还没有完全被灵控制。那菲姐，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菲姐，我们这次来魂归盆地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找川哥。可这样未免有些太过于残忍了。这里边有多少像我妹妹一样的人？他们……如果你能想出一个其他可行的办法，我们大家都听你的。可你没有，不是吗？我们不是救世主。当初我第一次走出 N32区的区域墙，看到了很多在地上求救的人，可是无论是川哥还是大家都不予理会。我当初问过你们为什么不救，你们没有人回答我。现在想想，我们为什么要救那些素不相识的人？这些鬼人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相比于陌生人，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怎样最大化的让身边的人减少伤亡。我宁愿把他们全杀了，也不要我身边的人去冒这个风险。菲姐，这些道理我相信你比我更懂。我赞成他的做法。我也觉得比起鬼人，我的人更重要一些。行，你们既然决定好了，就按你们的决定来吧。辉哥，我的做法是不是真有点没人情味？我就是觉得你小子变化挺大的，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狠多了。我去看看队长，女人心软正常，你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，用到我滋生。
那个乔大姐也是的，扯什么？他们也有人在意。谁在意？有人在意，为啥这么长时间了不来找他们？反正啊，要是我爹变鬼人了，我肯定第一个来找他，大不了就死这呗。这些鬼人能在这溜达这么长时间，就说明在意他们的人已经放弃了。大奔懂得还真不少呢。如果你想劝我，让我认同他们的决定，就不用张嘴了，我接受不了。你有点不懂好赖。你啥意思？我还得谢谢你来陪我呗。我说的不是我，是你对宁凡的态度。你、我、他，我们三个是野狗之家的人。宁凡刚刚建立出了一点威望，你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下他的面子，合适吗？你不觉得他的做法太残忍了吗？如果是川哥提出的这个计划，你可能也会觉得心里不舒服，但是会这么激动的质疑吗？说到底，我们还是把这小子想得太单纯了，而忽略了这段时间他所经历的事情对他的影响。无论是你，甚至是我，都觉得这种残忍的计划不应该由一个孩子提出来。看到这孩子，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把他想象成当初懵懂善良的自己。我们想通过他安慰年轻时候的自己，所以当他在改变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变得敏感。我们不想看到他像我们这样，为了活着变得卑劣狠辣。队长，宁凡这孩子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最起码我可以肯定，他对你和我很在意，这就够了。知道我为啥说你不懂好赖吗？牢里的折光在面对鬼人的时候，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。相比来说，你的花舞速度更快，做诱饵你比他合适多了。还有，我的灵视是影子，用来拖延鬼人的追击，也正合适。可这小子在制定计划的时候，却把我们忽略了。我这个9项不及格的人都能想到的事情，他会想不到吗？一直以来，我们都觉得是我们在保护他，可实际上，这孩子也在用他的方式在保护我们啊。苏统，我收到了关于少统的消息，有人说在魂龟盆地附近的鬼集里见到少统了。鬼集，小北去那干什么？你现在在哪？回苏统，我已经到 F27去了。调查的怎么样了？跟叶良说的一样，这边的监测者的确是抓过少统，并且把他交给了叶良。李江怎么说？他说之后的事情他不知道。不管怎么说，敢抓我苏万军的儿子，总是要受点惩罚的。明白。处理完之后，去魂龟盆地的鬼集走一趟，有人在那里见过小北。好的，苏统。我怎么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蹊跷呢？还有，整个 F 大区究竟是谁能拉得起这么大的手笔，动用3个千魂级的高手呢？宁凡他们在魂龟盆地已经2天了，外围的鬼人也已经被清理了大半，但是却没有见到林川和宋卡儿的影子，因此众人的情绪算是比较低落。差不多再有1天就能清理干净了。如果到时候还是找不到灵川，你有啥打算？暂时我也不知道。我听学姐说，你们在 F32区惹了点麻烦，暂时回不去了。杀了个研究员，不过也不算啥大事，只要舍得花钱打点一下，应该能解决。经历了这么多，宁凡也明白了，杀死杨北海那件事情，并不像他之前想象中那么大，有钱就够了。有兴趣留在 F21区吗？跟着我吃饭，如果辉子和乔飞愿意，也一起。还是不了，我们如果换了曹子，野狗之家就没了。行吧，那继续吧，早点清理干净，心里早点踏实。这里都找不到会在哪里呢？休息一会，我们回去吧。谢谢。啥？乔飞撇过头看向窗外，两人自从在3天前起了分歧之后，就没再有过任何沟通。现在乔飞第一句话就是感谢，多少让宁凡有点没明白过来。见乔飞不再言语，宁凡笑了笑，不客气。飞姐，有啥指示直说就行。我再想想吧。宋哥，不好意思，人没找到。没事，你们队长林川呢？也没找到。没找到，那就先歇歇，留在 F21区休息休息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老徐走了，回去当上城老爷去了。
英美优次。大奔知道吗？应该不知道吧？你去跟大奔说说吧，我怕那小子当着我面哭，我难受。知道了。那老徐还会回来吗？蓝呀，飞姐，辉哥，宁凡将刚刚跟宋凯的对话复述了一遍。那大奔咋办？我想拉他进野狗之家，虽然大奔的具体实力我们暂时还不是很清楚，但可以保证的是，从人品方面来说，我觉得没问题。还有就是，其实从我们被苏北偷袭开始，我就在考虑野狗之家少了一个拥有远程手段的成员。他能愿意吗？应该没问题。如果你们同意的话，我去跟他谈。我没问题，大奔这人可以。飞姐，你觉得不合适？宁凡，野狗之家的队长，你来当吧。啊！我不是在说气话，更不是冲动做出的决定。我承认，在一些决策上，我有些过于情绪化。相对来说，通过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，我觉得你的思路更加清晰。飞姐，你开玩笑吧？我真的没开玩笑。说实话，川哥走了之后，我这个队长当的很累。老实说，我不是一个很细心的女人。相比做计划，我更愿意用我手中的刀来解决问题。宁凡，你不觉得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和辉子所做的事情，大部分都是你来安排的吗？飞姐，小子，别推辞了。其实哥也挺看好你。乔飞如释重负。好了，我终于轻松了。从现在开始要带好我们哦。队长，大奔加入，我同意，你去跟他谈谈吧。来了，是跟我说我爸走了吗？你来不就是要跟我说这件事的吗？有时候啊，我真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聪明。从他让我跟你们出去，我就知道他要走了。我爸这人啊，太轴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有啥放不下的？何必非得回去送死呢？你这次来想招揽我啊？对，有兴趣吗？我有个条件，如果有机会陪我去一趟上城。行，那我加入。好，那我就以野狗之家队长的身份欢迎你的加入，大家以后就在一个槽子里吃饭了。队长，你们的队长不是乔大姐吗？现在是我了，飞姐太累了，自愿让给我的。那个，我说两句。你是队长，想说就说呗，谁还能拦着你啊？大奔，既然你已经确定加入我们，那我们也需要对你的实力有一些基本的了解。行，我挺厉害，我是射箭的，零式叫重炮，百魂级。嘿嘿。喂，彩姐，是我。知道。彩姐，你那边是出什么事了吗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不需要，没事，我挂了，以后不用联系我。彩姐，对不起，我这段时间不是不想联系你。少扯屁话，当谁想着你呢？少统是你抓的？你是谁？3统合作区暗速分队长张文春，你的相好人不错，快死了都没舍得卖你。你把彩姐怎么了？想知道啊？来 F27区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我只等你3天。怎么了？去找大奔，集合。什么情况？回 F27区杀人。早知道就不加入你们了，连个完整觉都不让睡啊！宁凡没有回应，他现在可没什么心情开玩笑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温彩之前对他的照顾，还有现在对他的保护。这趟宁凡必须要去。大奔，到了 F27区，你先进去看看情况。飞姐，你第二个进去，去一趟黑市，就说找人卖武器，看看那边的人怎么说。那我呢？你跟我回一趟 F32区。回 F32区干啥？咱们在区里可是被通缉呢。我之前在 F32区的时候打听过，研究院里有一支特效药，
你要抢研究院？这次去 F27区，我不一定能活下来。我要是死了，我妈就没得救了。我没时间慢慢攒钱了。被上城选中是我的第一条路，如果没选中，加入野狗之家做行者赚钱买药是第二条路。可如果半年之内赚不到买药钱，抢研究院是最后一条路。如果我死了，菲姐，野狗之家的队长还得你当。你没打算让我们跟你去救人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对方是3统合作区的暗宿。如果你非要单独行动，那我们就按自己的想法做了。只不过到时候没有你的计划，我们可能会承担更大的风险。那好吧，等你们打听好了消息，我们在之前的山洞集合。你们小心点，我不知道区里有多少3统合作区的人，别被盯上。放心，我就是去当大爷的。小兄弟，你这胃口是真好啊！老板，你家这京菜味儿真不错，比我们那边强多了。那必须的，我从小就跟我爸学厨，你要是让我做本土食物，那可能跟别人没啥区别。但是2次加工京菜，我肯定是这个。确实厉害。兄弟，听你这意思，不是咱 F27区的人啊，在这是落个脚的。我是 F4区的，来这休息休息，买点药，路上用。买啥药啊？咋的？有熟人啊？那必须的，在这混一辈子了，别的没留下来，人脉肯定是有点的。止血类型的，还有疗伤的，都要，越多越好。这些药现在可不太好弄，这么大个区，连点药都没有。不是，你要说平时，我肯定能弄来，可是最近不是看得紧吗？看得紧？你们这区挺抠搜啊，整点药还看得那么紧干啥？哎，咋说呢？区里最近出点事儿，我们区的监测者好像惹到大人物了。啥玩意就大人物啊？上城王氏啊？3统合作区的统领，你说大不大？区里的监测者咋还能惹上那些玩意呢？说是监测者之前抓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是3统其中之一的儿子，现在人家来报复了。有人在区内破坏规矩，监测者抓人，这不是天经地义，那还能先问清楚你有啥背景再抓啊？那这3统合作区的人可挺不讲究啊。就是仗势欺人呗，谁叫人家底子硬呢？在 F 大区，连总区都得给他们面子，咱们这些小喽啰还敢跟人家叫板啊？那些监测者被咋报复的啊？全整死了吗？不知道，但是今天早上听人说，监测者办公楼那边扔出来2具尸体，脸都看不清了。这么嚣张，直接去监测者大楼报复，所以才生气呢。我们的总长大人连个屁都不敢放，真他妈窝囊。你小点声，不活了。兄弟，要不吃完这顿饭，你去别的区收药吧。要是运气不好，遇到那群王八蛋，你好好的走在路上，都容易被砍2刀。本来老板的初衷是想在徐奔身上赚点钱的，可是聊着聊着，性情了。给多了，味道不错，很值。别说话，希望你配合一下，不然我还有其他的办法让你安静。朋友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们认识吗？特效药在哪？你疯了！院里的确有一支特效药，但那是给总长准备的，你就算抢走了，也走不出 F32区。听你的声音，应该年纪不大，这样，你现在就走，我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以后好好活着，别玩命。没药，怎么好好活？别耽搁我的时间，我不想杀毫无恩怨的人。特效药不在我这里，在2楼的保险室。带我去。陈院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是……孩子，再考虑考虑吧。进了这个门就没回头路了。我早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开门，谢谢。打开。从6岁开始，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这一支药。没想到，一旦选择铤而走险，这么容易就拿到了，真是讽刺啊！孩子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小泽、雷子，
为什么？只是帮我照顾我妈而已，为什么会死啊？母亲不见了，2个从小到大的朋友也死了，究竟是为什么？谁会对他们下手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凡，吴婶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妈呢？小凡，我看到芳姐被人带走了。吴婶，你跟我说说吧。小凡，你先别担心，最起码芳姐已经醒过来了，那2个人好像没有太为难她的意思。醒过来了？对，我看着她是自己跟着那2个人走的。那2个人是谁？我听别人议论说，看他们穿的衣裳和身上那种味道，不太像是下城人。吴婶，我想自己待会。孩子，别把事情想得太坏，也别自己钻牛角尖，最起码芳姐还活着呢。我知道，谢谢你，吴婶。哎，咋就你自己一个人呢？咱妈呢？不知道。队长，你咋了？没事啊，走吧，辉哥，去山洞跟菲姐和大奔会合吧。回到山洞之后，宁凡把自己遭遇的事情跟众人讲了一遍。所以你的母亲可能是被上城的人带走了。你的母亲跟上城人有什么关系吗？不知道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不是上城人，我连一滴上城的血统都没有。那你是怎么想的啊？咱们去上城找找呗。说话走点脑子行不？上城是你家啊，说去就去啊。现在不能去，不代表以后不能去啊，想办法呗。大奔说的对，上城是一定会去的，但不是现在。等回了 F21区，我去问问宋哥，他应该知道怎么去上城。了解情况之后，我们再做打算，总比现在胡思乱想的好。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怎么把彩姐救出来。乔飞和徐奔开始分享自己在 F27区打探到的情报。当听说3统合作区的人竟然直接占据了监测者大楼，宁凡的眉头也皱了起来。李江怕了，3统合作区的人在区内这么乱来，李江肯定是知情的。他宁愿牺牲 F27区的监测者，也不想得罪3统合作区。怎么才能利用手上的现有资源去制造一些优势呢？怎么了？走。去哪？ F27区。队长到了，去跟守卫沟通一下。行。队长，我们就这么进来，是不是有点危险？太明目张胆了吧？区域内有人出入很正常，3统合作区就算手眼通天，也不可能把每个进去的人都注意到。只要我们接下来不做那些会引起他们注意的事情，就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那我们还怎么打探情报？不用打探了，大奔，你去找之前那家京菜馆的老板，问问他有没有人脉，能收得起这东西的。这是啥啊？特效药。这个东西现在对于宁凡来说已经没有用了，母亲的失踪让他失去了意义。真要卖？先卖着，卖完了呢？等着吧，我自有援兵从天而降。不吃啊，张队长，翁队没胃口。是不是你让人家倒胃口来了？长得是挺恶心的。行了，滚出去吧。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想从我这里打听宁凡的事儿，不可能。要说我早就说了。咱们温大队长还真是仗义呢。你进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废话的？就是随便聊聊天。温队长，你看我真没有啥恶意，每天都是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你不吃就不能赖我了。你看你都饿瘦了。怎么忍不住了？想上刑啊？来啊！那可不敢。温大队长的父亲可是总区那边的人啊。温队，不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叫温大小姐。令尊是总区的特级研究员，连大区总长都相当的重视。苏统的意思只是给少统出口气就好，没有必要惹出太大的麻烦。若是真的不小心伤到了温大小姐，那温大小姐岂不是因为自己的低调而吃了大亏？想受伤引来总区介入。温大小姐，你的算盘打的真好呢。温彩怒视着张文春，他的想法被张文春识破了。废物！温大小姐骂人还真是迷人呢。我已经做不了什么了，但愿宁凡那个小子别犯蠢，真跑来 F27区。可是如果他真不来，老娘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拧巴了？兄弟，我们是 F32区的执行者，有个逃犯跑到你们这来了，方便开个门吗？逃犯？什么逃犯？在我们区偷了点东西。兄弟，咋了？怀疑我们的身份啊？执行者的专用枪械，这个总可以证明了吧？你们等一下啊，你去汇报一下情况吧。
F27区的守卫脑子真的有点问题，都是干活的，人家也是正常工作。看我们来了这么多辆车，谨慎点很正常。等等吧。F27区的人真墨迹。不好意思，目前 F27区全区戒严，兄弟们过几天再来吧。不是兄弟，啥意思啊？不让进啊？这是总长的命令。不过你们可以放心，这段时间区内也不会有人员外流。你们想抓的人如果进来了，肯定出不去。兄弟你好，我叫韩宇，是 F32区执行者的队长。刘子强 ，F27区执行者队长。刘队长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区里丢了一件非常贵重的东西，希望刘队长让我们进去查一查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总长亲自下达的命令，你们有你们的任务，我也有我的职责。刘队长的意思是我们想进去，还得请我们的总长跟你们的总长知会一声。那就请便吧。如果我们总长下达了放行的命令，我会立刻开门放行，配合你们抓捕逃犯。刘队长，之前不是也有人进来了吗？ F32区的执行者是来抓人的，既然是抓人，肯定会在区里调查一些消息，到时候3统合作区强行征用监测者办公楼的事情，大概率是瞒不住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他都不可能让对方进来。李江不想当这个笑话的主角，当然，所谓全区戒严，也不过是给对方的一个借口罢了。其他人想进区还是可以进的，因为张文春的目的就是把宁凡引来，不让人进，张文春的计划又怎么进行呢？我总觉得 F32区的总长不至于因为一支特效药这么强硬吧？至于100万，即便对于总长来说，也不是个小数目。确实不是小数目，但是堂总长为了100万把事情闹这么大，总觉得有点没必要。那是你这么觉得，因为这100万不是你的。F32区的总长原本是有特效药的，现在也知道他在哪里，凭什么还要自己花钱再买一支？而且就算是把事情闹大，在他的心里也是自己占理的，所以他不怕事儿大。无论是发生多大的冲突，就算是执行者死绝了，对于他来说也没有损失，死的不过是几个执行者罢了，大不了再招就好了。可买药的100万，真真实实是他自己的。就算是 F32区和 F27区起了冲突，也不至于往死里打吧？那可不一定，来伙人打架，往往都是因为先从骂骂咧咧开始的，等火候到了，谁还管后果？先打痛快了再说。冲突这种事情，最开始还能有点理智，借着自己这边的理，指责是对方的问题。可是，一旦出现了伤亡，两边就会红眼了。下城活着的人本来就长期压抑，谁心里能没点力气？无论是哪一方，都觉得背后有自己的总长撑着呢。只要出现伤亡，那么 F27区就彻底乱套了。林凡，你想趁乱干什么？干一票大的。总长遇到了点麻烦 ，F27区的人不让咱进。不让进？为啥？说是现在全区戒严。你确定那个小子是进了 F27区吗？这几天就只有 F27区在卖特效药，基本可以确定就在这里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总长，那你跟他们的总长联系一下。我联系他，我们合理抓捕，还得让我求着他。那总长的意思是，为什么偷东西的小子能进去，直接硬闯？总长硬闯啊，他们还手咋办呢？就算我们区里再乱，如果有人来我们区抓人，我们会这么强硬的拦着人家吗？那倒应该是不会吧。那你说，他们宁愿动手，都不让咱进去，图什么？你就放心干，出了问题我都整。我没有收到总长要求开门的命令，兄弟，话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兄弟，我也不想废话了，开门！你们疯了吗？我们总长说了，你们不让进，我们可以使用任何手段。3个数，你不开门，我开枪。1、2，兄弟，你也是执行者，手里也有枪，应该知道这玩意很容易走火。我都不敢保证下一颗子弹会打在哪，你敢试试吗？3，开门，进去抓人。谢谢兄弟配合。总长 ，F32区的执行者进来了。我不是让你拦着吗？他们开枪了，朝我开。韩哥，我们那一车的兄弟都没了。什么？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。禁区分散开之后，我们遇到了那个逃犯。林氏花舞，林氏重炮。我都不知道我咋跑回来的，
这伙人在区内使用临市 F27区的监测者，都视而不见吗？队长，外面出了点乱子，听说有人使用灵视了。哦，什么人？我刚刚打听了一下，听说是 F32区那边的逃犯。去确定这伙逃犯的身份，看看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。还有 F32区的执行者那边，最好也查查，看看那小子是不是混在里面。明白，队长。李江那边刚刚又来电话了，问我们要闹到什么时候。他说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不用搭理，他要是真有这个骨气，早就让我们滚蛋了。都忍到现在了，还放什么狠话，吓唬谁了？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的人死了，在你们区里死的。我说过不让你进来了，你不信啊？怪谁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想闹事，但是也不怕事，把他们的武器卸了。你们有总长，我们也有。我们总长也说了，给你们脸，你们如果不想接着，那就撕破它。你们 F27区玩的真脏，把 F32区的兄弟请出去。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，给老子干他！跟你说没说过，枪容易走火，找人就算是死，也得把那几个王八蛋给揪出来。他明白，闹这么大，唯一能够收场的方式就是把人抓到，否则就出大事了。什么？刘子强死了？对 ，F32区那帮人疯了，他们的队长杀了刘队。现在那边是什么情况？那帮人全都散了，好像是去找逃犯了。还找逃犯？这个逃犯是把他们总长的腰子给偷了呀！为了找他，连执行者的队长都敢杀。总长，那我们现在这要是让他们就这么把人带走了，27区的脸还要不要了？抽掉所有执行者，32区的那帮狗东西，见一个给老子杀一个！外面好吵，2个区的执行者打起来了。你的小奶狗好像来了。他又不傻，怎么可能？这小子想制造混乱，把我们的人给引出去，再找机会来救你出去。不得不说，你们2个的感情真让人羡慕。总长 ，F27区他们出动了所有的执行者来围杀我们。围杀？对，围杀。他们连借口都懒得找了。我现在就联系总区。妈的，我倒是要看看 F27区能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。总长，那我们……你放心，等总区那边有了消息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你们再坚持坚持。总长，您没听我刚刚说的吗？全区的执行者都在围杀我们，我们藏不了多久了。放心，很快就有消息。我的人全都死在 F27区了，这算什么啊？那些执行者每一个都是我亲自选拔、悉心培养的，他们全都是我的孩子啊！我不管，今天 F27区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亲自率队去找他们讨个说法。我冷静不了。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我得不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补偿，那从今天开始我就跟 F27区死磕到底了。大家谁都别想好。你好，李江总长。你是？看来李江总长忘了我的名字，我叫宁凡。你究竟要干什么？3统合作区有几个人？能力是什么？分布在什么位置？麻烦李江总长给我一份完整的资料。你为什么觉得我一定会配合你？你会的。我已经玩得这么大了，还在乎多杀个总长吗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没办法，区里太乱了，只有这辆车没人敢查，借用一下，没意见吧？还行，有电。你们要干什么？3统合作区那些人的资料给我。我如果不给呢？哼，辉哥，还是你来问吧。李江总长，但愿你能坚持的久一点。想说了，李江总长，还记得我的问题吗？他们的分队长。李江缓了口气之后，就将自己知道的全部说了出来。通过李江的描述，众人知道3统合作区的这个分队一共有8个人，张文春带队。张文春是百魂级，但不清楚能力，其他7个成员是10魂级。至于监测者，全部被困在监测者大楼。彩姐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他没事，张文春不敢动他。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温彩的身份，
他是什么身份？他吧，是总区的首席研究员温修远。就算你不来，等过几天，张文春也得把温台给放了。温台的父亲竟然是总区的人，这确实让宁凡深感震惊，但是同时也让他终于松了口气。总长先生，我还得跟你借点东西。小彩，温博士，你好。苏统领的人，暗宿第7分队队长张文春。我女儿呢？她很好，我们对温小姐非常尊重，一天3顿精菜没少过。放人。温先生，您不是我的上司，我只听从苏统领和罗将军的吩咐。苏万军的狗训得不错，等苏万军的电话吧。哎，功亏一篑了。你的主子来电话了。天意了。宁凡，不用管我，张文春马上就走了，他不敢碰我，你千万别犯傻。小朋友，来都来了，不见一面吗？外面这么热闹，不出来看看吗？零式进步，零式铁锁，2个控制类型的零式，你们队长还真是看得起我。孩子别太跳，会没命。放人吧，把姓文那丫头放了，剩下的人都宰了。苏统，抓少统的人我逮着了。是吗？刚刚逮到的，他现在就像狗似的被捆在我面前。很好，把他也顺手宰了吧。明白，苏统，不是想杀我吗？咋杀？瞪死我？你又不了解我的实力，怎么就觉得我杀不了呢？这小子都被控制住了，还敢挑衅？为什么从他的脸上看不到半点紧张呢？不应该啊！还是说他的实力强大到可以不把他们这些人放在眼里？也不可能。如果这孩子真有这实力，当初直接杀进来就行了，何必弄这么麻烦，搞出那么大的动静？你傻呀，没听到我刚刚说的话吗？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？你说你一个半大孩子，玩什么英雄救美啊？你有那本事吗？你平时脑子不是挺好使的吗？咋非得这个时候犯傻啊？都啥时候了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？我真是快被你气死了！把手机还给我。温小姐，别着急，等我把人宰了，手机就还你。你改？哼！原本我是真想陪你好好玩玩，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灵雨追命，高等百魂级，不要。这是没办法用零式了，是吧？是不是该我大声说话了？镇灵器我已经给你们了，现在是不是可以把我放了？安静点，去接宁凡吧。彩姐，没事了。你个混蛋，怎么不早说有镇灵气呢？差点把老娘给吓死了。老娘以为你就要这么挂了呢。这我也没法当着他们的面说啊。就算不说，你不会等着镇灵气开启后再进来啊？提前进来装什么啊？万一他真连话都不说就把你杀了怎么办？彩姐，跟我走吗？你问我跟不跟你走，不会是因为F27区接下来会很乱，我把李江绑了。彩姐，原本我不知道你的身份，所以已经打定主意一定要带你走。但是现在你可以选择，有你父亲在，就算李江死了，应该也没有人敢为难你。我跟你走，不过走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什么事？监测者一共死了5个人，而张文春他们只动手杀了2个。温队，你不能怪我，我只想活着。谁不想活着呢？小彩，救我！不长眼啊，不认得这是谁的车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没看清。开门，赶紧的。这个开车的人有点眼熟啊，请问总长？辉哥，停车吧。人你们也杀了，出也出来了，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这荒郊野外的，你咋走啊？遇到异兽咋办？没事儿，我躲着点就行了。彩姐，回避一下。放你回去是个麻烦。对于宁凡他们来说，如果不杀李江，必然会成为 F27区和 F32区共同的敌人。
如果杀了李江 ，F32区的总长也不会允许李江死掉，因为他将无法在 F27区捞到任何好处。他已经搭进去了一支特效药和6车执行者，这口气他咽不下去。而且 F27区现在无人做主，反而更方便 F32区的总长对 F27区施压。宁凡他们真正无法解决的是3统合作区。是我爸，爸。小彩，他们没为难你吧？没有。行，你没事就好了。之后的事情不用你管了，这段时间不要出门。F27区有点乱，F32区跟总区这边告状了，过几天会有总区的人去你们的调查，我已经交代过了，总区的人不会打扰你。爸，我出区了，我没在 F27区。出区？你出区干什么？我有个朋友来找我了。是苏万军的人要找的那个孩子。是。你们现在在哪？爸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让那小子接电话。爸，我跟他谈谈。放心，我不骂人。温才忐忑地将电话递给了宁凡，宁凡却没有多少意外，自己的女儿跟个陌生人出了区，当父亲的怎么可能不惦记？你好，我是宁凡。区外不安全，现在带着小彩去 F18区，接下来的事情我安排，到时候我跟你见一面。宁凡没直接回答，虽然说温修远是温彩的父亲，但是温彩是温彩，温修远是温修远。宁凡相信温彩不会害他，但是不相信温修远。小朋友，不用那么谨慎，你救了我女儿，我不坑你。况且我要是真想整你，只要你跑不出 F 大区，我怎么都能逮着你。行，那我们现在就启程。路上照顾好小彩，她对野外很陌生，别让她受伤。彩姐不是有灵士吗？我温修远的女儿想获得灵士，还需要去野外玩命吗？总长的车太显眼了，车不要了，我们只能走着去 F18区了。我们都走这么远了，不会是 F27区那边追来的吧？不是，车身上好像有 F18区的标志。那不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先看看。宁凡发现这些车并不是朝着一个方向在开，而是在不断绕着圈子，似乎在寻找。他们这也不走啊？爸，我等下再跟你说。你们应该离暗雨森林不远了吧？我让 F18区这边派人去迎你们了。这些人好像是来接我们的。这温修远果然有底气，直接让 F18区派执行者出来接人了。请问哪位是温小姐？爸，我看到人了。行，等下见面聊吧。通知其他那几组人，我们这边找到了。温小姐您好，我姓何，是 F18区的执行者，您叫我小何就行。是您父亲让我们来接您进去的，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这些都是温小姐的朋友吧？对，我们一起的。好，几位稍等，车队马上就到。老子活这么大了，第一次有这排场啊！为了不让他们5个人不自在，执行者这边特地让出了一辆车给辉子离开，并没有让他们分开。诸位辛苦了，我叫胡景阳，是 F18区的总长。胡总长，受累了。我爸呢？温老师已经准备好了饭菜，在等着诸位了。温老师，令爱和他的朋友们到了，辛苦了，小胡。不辛苦，那我先回去。忙你的吧，给你添麻烦了。爸，没受伤吧？没有。大家坐吧，都坐吧。第一次来 F18区，我出去溜达溜达，谢谢温先生了。不客气。我也跟你去。这些青菜一看就不好吃。爸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长途跋涉，走了这么远的路，我安排一顿精菜招待你们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叫宁凡啊，丽江被你杀了。爸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小彩，我跟你朋友聊天呢，你要是不饿的话，也出去走走。彩姐，没事儿，我跟你父亲聊一聊，毕竟是我把你带出 F27区的，总要让他放心。爸，宁凡救过我。我知道，你爸我就是个搞研究的，又不会打架，还能伤了他是怎么着？李江死了，我杀的。那 F32区的特效药也是我偷的。3统合作区第7分队全是我杀的，还有 F27区的混乱也是我挑起来的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温修远眼神盯在宁凡的身上，半天没说话。你做这些是为了救我女儿？不全是，偷药是为了救我妈，可我妈失踪了。温先生，破费了，谢谢招待。这顿饭的意思我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你再告诉我，我不配。我跟彩姐
差距太大。然后呢？没什么然后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跟彩姐之间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，最起码在我看来，我们是朋友。你看不上我女儿啊？彩姐很好，漂亮、大方，还有这么显赫的身世，要是非要挑毛病，就是脾气暴了点。这么说，你对她没那个心思？暂时没有，以后不敢保证。这么说，你俩会不会在一起，还得看你以后的态度呗。温先生，那你是希望我跟她在一起，还是不希望呢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不希望。其实现在想起来，是我自己之前没看明白。当初认识彩姐的时候，是在黑市上，她是做武器提灵生意的。这种生意，我在其他区域没怎么见过。她的那些设备，应该是温先生研究的吧？后来我在彩姐家住了几天，就是正常借住，没别的。哼，虽然彩姐是监测者队长，但是住的地方也太好，能做饭，能洗澡，干净整洁。这种房子不像是监测者队长能买起的，还有好多，比如我当初离开 F27区的时候，彩姐直接送了我一部能在野外通话的手机，那手机15万索拉呢。当初我也是傻，咋就没想到这么贵的手机，她怎么能有一部闲置的呢？我女儿在你身上没少花钱啊，不过一部手机送也就送了。小彩从小到大也没缺过钱，这丫头虽然不太喜欢待在我身边，但是跟我伸手要钱的时候也没拘着。孩子，其实有一件事情你猜错了，在我这没有什么赔不赔的，即便你什么都不是，只要小彩喜欢，我不会过多干涉。钱我能赚，小彩愿意跑到 F27区做点小生意，我可以随她，顺便给她在区里安排个职位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在这种世界，能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，就是我这个当父亲对她最大的期许。她怎么开心就怎么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是个搞研究的，也不喜欢弄联姻那一套，我温修远的女儿不当筹码，但是我需要她过得安稳。3桶悬赏令：姓名宁凡，能力不详，悬赏等级 S， 悬赏金额100万索拉。这份安稳你给不了她。100万？原来我这么值钱，能换一支特效药呢。这100万里，3成是因为那个被你杀光的小队，7成是苏万军的脸。温先生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想问为什么3桶合作区可以这么狂？对。宁凡面色平淡，这让温修远稍稍有点意外。下城格局你清楚多少？下城一共8个大区，每个大区各有69个分区，其中各大区的总区不包含在这69分区之中，算是每个大区内独立存在的。就这些？差不多就这些了，其他的都是从小道消息听来的，不知道准不准确，就不说了，免得被温先生笑话。那3桶合作区呢？你觉得他们在这69个分区里吗？应该是不在的。那你觉得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 F 大区的另一个总区。算对也不算对。有一句话你可能没听过，总区制衡外族，3桶抵御异类。外族、异类？所谓外族，自然就是其他的大区那些跟我们是同类，但是却不同族的人，而异类便是大区之外横行的异兽。大区之外，野外不就有很多异兽吗？哈哈，你见到的异兽，充其量算是害虫。3桶合作区的实力为什么强？你猜猜？因为他们常年在跟强大的异兽作战。对，所以3桶合作区可以狂，也有狂的资本。因为一旦失去他们这道防线，大区可能瞬间就会沦陷。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。苏万军并不是个好人，但是他也是实实在在的坐在那个位置，干着他该干的事。现在你已经知道3桶合作区的影响力了，要不要跟我说说你有什么想法？宁凡沉默了片刻，温修远也没有催促，给了他足够消化信息的时间。你跟我说这么多，无非就是想要告诉我3桶合作区很强，而我现在被他们悬赏，就相当于行走的100万索拉。彩姐跟在我身边会很危险。没错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一个父亲担心自己的女儿有问题吗？温先生是总区的首席研究员，深受大区总长重视。从刚刚那位胡景阳对你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，你在 EF 大区的影响力可能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想象不到的。你一个电话就可以让苏万军放人。虽然彩姐对于苏万军来说并不是非杀不可，但是最起码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来证明，即便是3桶之一的苏万军也要给你3分薄面。温先生，既然你的影响力这么强，那站在我的角度来说，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呢？彩姐，有你这么厉害的父亲，那我非但不应该放他跟你走，反而应该牢牢抓住他，把他留在我的身边。有他在我身边，你就会想尽所有办法来保我。彩姐会成为我最可靠的护身符。既然你看得这么明白，怎么着，是打算用小彩来裹挟我吗？温先生觉得呢？我觉得你不会。
如果我真的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以喜欢彩姐的名义，非要把她留在我的身边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我刚刚说了，我女儿不当筹码。如果你真的那么做了，虽然我不在乎那100万索拉，但是用你来换苏万军的一个人情，倒也不赖。如果你真的那么做了，虽然我不在乎那100万索拉，但是用你来换苏万军的一个人情，倒也不赖。两人相视一笑。谢谢你救了小彩，虽然说没有你，小彩也不会有事，但是你能这么拼命的救我女儿，我身为小彩的父亲，理应跟你道谢。温先生，你这话的意思，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我有点多管闲事？去之前，我可不知道彩姐的背景这么深厚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会感谢你。F27区的事情，通过这3天，总区已经了解到了，跟你没关系。跟我没关系。宁凡不好判断这件事情究竟是按照自己所分析的那样被 F32区隐瞒下来，还是说这里面有温修远的隐情。无论是哪种可能，最后的结果都是宁凡不需要为这件事情承担任何责任，因为这件事情需要的真相跟他没关系。不管李江现在是死是活，总区的意思是 F32区在这件事情上毕竟是受了损失的， F27区该赔钱赔钱，该道歉道歉。明白了。那支特效药还带在身上吧？宁凡稍稍一怔，还是把特效药递了过去。每个区的总长上任之后，总区都会分发一支特效药，这针管上有特殊的记号，带着它在身上麻烦。这东西我先帮你收着了。记好。宁凡记得自己还真就检查过，并没有看出什么问题。可是他也不觉得温修远会为了一支特效药来骗他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按照之前对你的了解，你应该是那种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好再做的人才对。这次我真不知道啊，这玩意来得太突然了，我得消化一阵。想躲一辈子吗？当然不想。其实我想做的事情很多，但是每一件却又都觉得好难。找母亲，找川哥，找苏北，找3合作区，每件事情我都想做，但是每件事情好像又都离我好远。这份悬赏令就把你压垮了吗？那倒是不至于，我只是想把这些话找个合适的人说出来而已，憋在心里太难受。行了，温先生，谢谢你听我发牢骚，你的态度我也明白了。放心，我会让彩姐跟你回去。这特效药是你玩命弄来的，就这么给我了？舍得？现在没人需要它了，有些东西在不同的时间出现，价值也不同。如果不是因为通过小彩这件事情，我倒是真想把你带到总区，好好雕琢一下。如果不是因为彩姐，温先生也不会关注到我这个身份的人。我知道一条路，有兴趣走走吗？温先生想帮我啊？也不算帮，只是给你个建议而已。你救了我女儿，我又拿了你一支药，总该有点表示。这条路并不好走，而且回不了头。这条路通哪？我没办法告诉你的通向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这条路上的选择。但是如果你在这条路上走明白了，苏万军想动你，代价的往上翻个180倍的。宁凡很动心，虽然他不知道这条路上有什么，但是就目前来说，往哪走又能保证不是绝路呢？这张地图就算在总区能看到它的，也不超过5个人。这里就是我所说的那条路的起点，这个地方叫野风口。苏万军的手伸不到这里。这不属于 F 大区？属于，但是又不完全属于。这是边界。没错，就是边界。由于这里的地理位置很特殊，所以野风口算是一个3不管的地带。当然，在没有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下，也很在野风口不单单只有 F 大区的人，或者也可以说 F 大区在这里的势力很弱，反而是 G 区的人在这里吃得更开。所以你如果选择去野风口，就要做好先被外人欺负的心理准备。宁凡沉思片刻，问道：温先生，你所谓的这条路是要让我帮 F 大区把野风口掌握在自己手里？家里漏了洞，不堵上，心难安呐。既然现在 G 大区在这里的势力很强，难道说他们就真的没动过歪脑筋吗？温修远说了，总区制衡外族，这就说明各个大区之间其实并不和谐。杀李江容易吗？现在不是在聊野风口吗？怎么又聊回了李江？你仔细回忆一下 F27区发生的事情，难道就没从中发现什么问题吗？问题？有什么问题？分区守卫力量太弱。是的，虽然只是分区，但是大部分的区域内只有监测者和执行者，还有一些零星的守卫，你就不觉得少点什么吗？区域防军，都在这。总区那边很清楚野风口的重要性，也知道 F 大区在这里处于劣势，所以他们不可能放任这里不管。可问题是，他们又不可能派兵攻打这里，一旦这么做了，
就相当于对另外2个大区宣战，不能动又不能不管，那么多区域的防军只能放在这里耗着，总区那边很难受。他如果真有本事把野风口的主动权拿回来，对于总区那边等于是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。到时候苏万军想对付他，还真得掂量掂量了。总区这么多年，应该派了不少人去吧？去的人要么是死了，要么忍着忍着也就习惯了。所以我才说，我不知道你的选择，也不知道对于你来说这条路通向的是啊。宁凡看着地图，陷入沉思。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特殊的，那么多人都没做到的事情，他也不会就天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会做到。可是现在，这条路似乎对于他来说是唯一的。好了，路就在这，怎么走你自己选择吧。这东西我不白拿你的，有什么需要跟我说，我让人给你准备。我需要1辆车。1辆车，这个简单，但是跟着特效药的价值可差了不少。如果能在野风口落下脚，其他东西我可以自己搞。可如果没这个本事，带着再多的东西也是给人送的。开饭了，少统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撵我走？不是，彩姐，你听我说。彩姐，温先生说你母亲最近想你了，想让你回家。去你大爷的！我妈早去世了，编这种瞎话之前，不能先问问我爸吗？喂，对，是我是温修远。这老家伙靠不住啊！我爸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彩姐，跟温先生回去吧。之前不知道你的身世，我觉得你对我好，我必须要保护你。可是现在，我知道你不需要我的保护了啊。谁用你保护了啊？我在你眼里就是个花瓶啊。不是，我知道彩姐你也很厉害，甚至可能比我强。但是我们是野狗，我们在为了活着而挣扎，而你不一样。王八蛋 ，F27区就算再变天，也没人敢为难老娘。但是我为什么跟你出来？你爱去哪去哪，老娘不伺候了。谢谢了，孩子，我去劝劝他。真不带他啊？那老家伙吓唬你了？我被3统合作区悬赏了100万索拉。爸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很开明的人，只要我想做的事情，你都会支持我。之前在总区的时候，我那几个朋友都被父母安排嫁给了不喜欢的人，之后跟我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了。我知道他们并不开心，我还以为我会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。因为你从小就告诉我，不会把我当筹码，我真挺喜欢他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神通广大，即便他是冒死来 F27区救我的，在你心里，也不过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，甚至有点多此一举。倒是不至于多此一举，我能感觉到这孩子对你的好，可能是所站的位置不同吧。我确实没办法因此而感动。是啊，你站得高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都会有人贴上来帮你。所以你也很难体会到别人对你真正的好。其实我跟宁凡认识的时间很短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喜欢上他吗？我真挺好奇的。千魂叶良，你认识吗？暗宿3将军之一。对，就是他，他差点杀了我。温修远捏紧拳头，他很愤怒，他温修远的女儿差点被人杀了，他竟然都不知道。爸，不是每个人在对我动手之前都要先调查我的身份背景的。那次是他站到了我的面前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就觉得这孩子好帅。他当时不知道我的身份，而且我可以肯定，他对我没有什么所谓的喜欢，但是他就是站出来了。这都敢于反抗，有点意思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没错，我可以带着他去总区，我也不怕得罪苏万军，只要我护着那孩子，苏万军也不好动他。可是之后呢？如果他真的同意，我现在就可以去找他，跟他提出这个想法。但是从他点头的那一刻开始，在我这里，他不过是一只可以取悦我女儿的宠物罢了。你会喜欢这样的他吗？他不会同意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所以不要用你的喜欢去磨平他的锐利，等他来找你吧。休息一天，明早出发，野风口。这辆车行吗？谢了，温先生。走之前还有件事，小彩昨天跟我说，你们之前有几个朋友的武器在他手上，我让人连夜回 F27区把东西拿来了，里面的灵我可以帮你们提出来，把武器给我吧。是老段和王野的武器。等我一下吧。小彩让我跟你说，林川他会帮忙找，
你母亲的事情我也会帮着打听。行了，咱们撤吧。老文，我这边得到消息，暗宿的2个小分队昨晚好像朝着你那边去了。算算时间，现在应该快到了。你那边没啥问题吧？消息准确吗？我亲眼看着他们走的，你说准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放心，我这边没事，先不跟你聊了。老文，这苏万军最近越来越跳了，我真有点忍不住想要干他一下子了。这事儿别问我，我就是个搞研究的。行了，挂了。苏统领，哟，温先生，最近联系的有点勤啊。听说你家有2波孩子往我这来呢呀？没有啊，我家孩子没啥事儿，往总区跑干啥？我没在总区，你知道我在哪，没必要装糊涂，让孩子回去吧。温先生，什么意思？保他，温修远3个字，在苏统领那分量够吗？若也不够，咱俩没啥交情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没交情就不用卖我面子？是这个意思。那现交来得及吗？怎么个现交啊？你过来，咱俩喝顿酒啊。你儿子找到了吗？你知道小北的下落？不知道。玩我不知道你儿子在哪，但是我有个方法，或许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线索。叶良把你儿子弄丢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他说有3个千魂级的人把他给劫了。你信吗？整个 F 大区能拿出3个千魂级阵容的就那么几家，他们没事绑你儿子干什么？叶良跟了我10几年了。苏统领，如果你真的完全信任他，就不会用年头来衡量他的忠诚。最近我研制出了一种仪器，可以捕捉到野外的灵能，4个千魂级干过架的地方，即便过了一段时间，灵能依旧不会完全散掉。怎么样，苏统领，要不要让叶良带你去事发地，用我的仪器试试看，那里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一场惊天泣鬼的战斗？凤哥说，他说他会帮忙照顾好乔宇。几人当初从魂归盆地回到 F21区之后，乔宇就被屈洪波安置了起来，而现在他们要去野风口，再回来不一定要多久。即便乔飞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还是拜托了宋凯帮个忙。宋凯也没废话，可能因为他儿子也是鬼人，所以更加能够理解乔飞的心情。这个位置特地做了标注，说这里很危险，建议绕行。这张地图是温修远特地留在这里的，当然，这并不是之前他给宁凡看的那张。那就绕吧，到野风口之前，尽量避免冲突和消耗。大奔，你看啥呢？有2辆车，之前一直在跟着咱，刚刚突然掉头了。最近辛苦了，叶良。应该做的。这一波受潮还有差不多3天就结束了，到时候你也能好好歇歇了。只要能够保证统领地不受破坏，我个人累一点无妨。真不愧是我最喜欢的将军呀，叶良，你做的不错，给下面的人也起到了很好的表率。对了，你当初说小北是在哪被劫走的来着？乱魂岭附近。把位置画出来。徐奔，你去解决一下。又是我去，你们动一动啊。你是远程攻击，风险小，而且青菜全给你吃了。过了这片树林就没多远了。温修远说过，野风口没有秩序，这片区域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地方，就算是休息的时候都要时刻保持着警惕。异兽还是小事，他们担心的是人，越接近野风口，遇到人的概率就越高。这是什么？出了树林的瞬间，众人便被眼前的景物所惊到了。远处正前方是一根看不到底的石柱，说是石柱似乎有点不合适。粗略观察，这石柱的直径最少也要将近20-30公里。原本很精细的地图，在这里却没有任何标注，只有3个字：野风口。这就是野风口。来都来了，开过去看看吧。宁凡虽然心头震撼，但是却还是保持着冷。又行驶了一段时间，车子终于接近了石。此时，以他们的视角，已经看不到石柱的全貌了，甚至无法看出这本是一根柱子。而更让众人惊讶的是，这石柱下方竟然被人工开凿出了一块区域，就好像在树根上挖了个洞一样。冲我们来的，先别急着动手，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。兄弟，怎么个情况？兄弟，哪的啊 ？F58区的，咋了？啊，来干啥？溜达。谁好人往这溜达？在区内惹事儿了吧？行，不愿意说，我们也不问了。这儿的人谁身上不背着点赏金啊？
不用那么谨慎。兄弟，你们这围着我们是怎么个情况啊？认识一下，我们是跟西哥吃饭的，你不认识西哥没关系，只要知道西哥是这里的2把手就行了。我们管这叫 F70区，西哥吗？就算是副总长，这你总明白了吧 ？F70区 ，F 大区什么时候出了个70区 ？F 大区肯定是不承认咱啊，但是我们自己愿意起啥名，他们也管不着。我们来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问问你们是不是要禁区？是啊，怎么了？车里几个人？问这个干什么？一个人头1万索拉，禁区费。真够顽强的。1万一个人头，当初在鬼籍，一个人200索拉，在他看来就已经是天价了，而这里居然要1万。你疯了还是当我们傻啊？我没疯，你们也不傻，就这个价，多少年了都这样。兄弟，贵了点吧，1万块钱一个人，我们给不起。别开玩笑了，兄弟，往这跑的可能是坏人，但是不可能是穷人。几万块钱而已，真不贵。我们真没有，逃难的身上哪能带那么多钱？这辆车可以顶一个人头。啥都想要啊？怎么着？真不交啊？我教你。兄弟，便宜点呗，大家都不容易。就像你说的，谁好人往这跑啊？你一个不能做主的，跟我在这避半天干嘛啊？这车人你做主啊？差不多，一般小事儿我能自己能决定。车算你1万，这娘们儿不用交钱，2万行就交钱，跟着我们的车进去。哼，行。宁凡真给他，这车也给。什么叫娘们儿不用交钱？你听不懂啊？怪不得你只配开车呢，跟你们老大多学着点吧。大奔突突。回去老实待着。2把手的狗腿子嘛。总长，我们又不是没杀过。兄弟，不至于吧？我们也是混口饭吃。出来！兄弟，别冲动，杀了我，你在 F70区也混不了了。我可是给西哥干活的。哼，菲姐，你们老大想收门票，还需要让人特地跑出来这么远？年轻人愣住了，而辉子也是恍然大悟。他之前还在想，明明路上的时候宁凡说能忍则忍，怎么现在说动手就动手了呢？原来宁凡看出来这里面有问题。F70区可能真的会收钱，但是收钱的人肯定不是你们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们这么急着出来，就是想碰碰运气。要是能碰到冤大头，老老实实把钱交了，你们就算是赚了。如果碰到硬一点的茬子，大不了就转头回去，反正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这种买卖没少干吧？借着野风口的凶名，任何人来这里都是小心翼翼。他们跑出来装一装，收点钱，就算到时候那些人发现自己被骗了，也不好找他们。毕竟他们一直借着西哥当幌子。没接触过什么大人物吧？大人物都很在意自己的脸面，而你们吃相太难看了。兄弟，给条活路行不？我们认栽了。认栽？你们刚来，对 F70区不了解，留着我有用。我们的确对这不太了解。现在我问你答，如果我觉得你给我的答案不合理，我就杀一个你的兄弟，以示警告。大哥，你问吧。这个 F70区就是野风口吗？不是，这里只是野风口的外围，区内大部分都是 F 大区的人。野风口距离这里还有多远？50公里左右。你刚刚所说的西哥是干什么的？他真的是副总长，但是我们不认识。总长是谁？杨奇科夫，G 大区的。对。之前虽然听温修远说过 F 大区在野风口这边示弱，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弱。这里还算是 F 大区的范围内呢。可是这里的最高权力者竟然是别的大区的人。西哥呢？他也是 G 大区的人。西哥是 F 大区的人。禁区真的需要收费吗？收，一个人5000。禁区一个人才收5000，你敢要我们1万？区内有什么规矩吗？基本没有。不对，有一个规矩，那就是不允许杀 G 大区的人。你可以杀 F 大区的人，顶多就是被关几天的禁闭。但是如果杀了 G 大区的人，区域卫队会找你麻烦。怎么个找麻烦？不知道，反正被抓的人没几个活着出来的。就算是 G 大区的人惹咱们呢，那也不能杀，只能忍。区域卫队是什么？杨奇科夫的亲卫队，大部分是由 G 大区的人组成的。西哥手里没人？有，但是没有区域卫队厉害。区域卫队都有零式？大部分都有，
杨奇科夫呢？具体不知道，但是听人说他是高等百魂级。行，大致了解了。兄弟，知道的我都说了，给条生路吧。行，上车吧。菲姐，你开那辆车。走吧，进区里看看。愣着干什么呢？辉哥，把匕首收了吧。现在这辆车上有3个我们的人，一旦动手控制住这家伙，或许可以威胁到另外2辆车的人，尤其是那个家伙。如果真动手了，成了还好，可失败了呢？要么就好好开车，要么就直接动手，别犹犹豫豫的。兄弟，你这话我咋听不懂呢？听不懂最好了，生路给你了，你得珍惜。老胡，把门打开。小兔崽子，这次咋样啊？坑多少啊？还想抽点成啊？您出去之前都交钱了，我再贪也不能脸皮这么厚啊！咋还换辆车呢？收上来的，正好有辆车散架了，还真是啥都坑了。兄弟，去哪？这里我不熟，得先找个落脚的地方。去你家吧。兄弟，我家又小又脏。没事儿，在野外什么地方没住过，借住2天，不介意吧？年轻人没吭声，但是眼神里明显充满了纠结。同时他也发现，从禁区之后，另外2辆车就已经跟他这辆车并排行驶。一旦他有任何轻举妄动，他可以肯定，那2辆车的人会瞬间对他出手。他已经开始后悔了，后悔为什么要招惹这几个亡命徒。兄弟，能放了我们吗？我可以给钱买命。我都说不杀你了，不用买。能不去我家吗？咋的？你家藏钱了？手拿出来。家里有亲人？有我妹妹。多大了？8岁。爹妈呢？死了。就你们兄妹俩啊？怕我伤害你妹妹？你不犯傻，我不动她，你干的事跟她没关系。兄弟，之前的事情是我们不对，有问题，冲我来，行吗？行，去你家吧。兄弟，要不我们再商量商量？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那是我家。下车吧。月月，哥哥回来了。他们是哥哥的朋友。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齐月。名字挺好听的。我们是你哥的朋友，想在你们家借住几天，可以吗？月月，别怕，他们不是坏人，随便坐。月月，你先进屋。听话，哥哥跟朋友们商量点事，等商量完，哥给你买鸡腿去。给我也带俩。行。你妹妹叫齐月，你叫什么？齐欢。齐欢齐月，兄妹俩的名都挺喜庆啊。几位大哥大姐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家就这么大，真住不下。要不然我给你们找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。这个买卖你们干多长时间了？2年左右吧。干了这么久，应该攒下不少钱吧？怎么不换个地方住？攒钱？哪有钱能攒下来啊？每次出门得先交给守卫一笔钱，不管能不能骗到，这笔费用是必须得给的，1次1万。那以你们的要价，应该也能赚回来吧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有点本事的，我们也不敢硬要，就算是怂一点的，讨价还价也得几轮，差不多一个人也就是2、3千。碰到硬茬子，一般情况跪下来磕2头，推踹几脚也就完事了。杀你那么多人，恨不恨我们？不恨。为啥？谁本事大，谁该活着。吃这口饭就知道早晚会出事。那你还干？不干咋整？得活着啊！家里有人等着吃饭呢。行，我说不杀你，只要你老实，我也不会出尔反尔，所以你不用害怕。放心，我不敢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在你这凑合一阵，等对 F7邻居熟悉一点之后就离开。大哥，你们来这是干啥的？我跟你好好说话，不代表跟你很熟，别瞎打听。区里有什么比较安稳的工作适合我们吗？你们还需要找工作？这话说的，我们也需要吃饭啊。不是，我觉得以你们的实力，可以去狩猎场。狩猎场？对，杨奇科夫常年招收有实力的强者，狩猎到的异兽可以拿回来换积分。积分？那是什么玩意？类似于一种新型货币，算是 F70区的专属硬通货，比索拉重要，用途更多。那干你们这行的，有积分吗？我们拿着西哥的幌子出去招摇撞骗，不被逮起来就不错了，怎么可能有积分？
况且我们只要用索拉买吃的，能凑合活着就行了，要积分干嘛？有件事情，我一路上都很好奇，你刚刚所说西哥，他在 F70 区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？说实话，这个我真不太知道，只知道他叫罗西。有人说西哥是咱们 F 大区这些人的希望，有他在，我们才能在这安稳的活着。可也有人说，这货就是杨奇科夫养的一条狗，杨奇科夫为了稳住我们 F 大区的人，才会把他放在副总长的位置上。反正说啥的都有。宁凡又打听了几个关于罗西的问题，但是这些问题对于齐欢来说有点超出认知了，基本上属于一问三不知。行，那就先这样吧。菲姐，你去跟孩子睡吧，一个小姑娘跟我们挤一起不太合适，我们就在这屋挤挤，行不？不过这些人看上去也不像嗜杀之人。行，大哥。小妹妹，晚上姐姐陪你睡，让你哥哥他们这些臭男人睡外面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阿姨。叫姐姐。姐姐，真乖。虽然知道齐欢没什么本事，但是宁凡几人依旧没有放风，即便是睡，也都保持着足够的警惕。齐欢更是一夜没睡，直到第二天早上。我们先出去转转吧。对于狩猎者这个工作，宁凡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做，毕竟现在还不完全了解积分的重要性，暂时手里有索拉，足够吃饭就行了。他没有急着去野风口，而是准备先把 S70 区的格局弄明白。如果能在这里拿到一些信息，甚至是优势，以后去野风口也会更稳妥一些。京菜馆往哪边走？愣着干啥？昨天你说买鸡腿，后来也没买啊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哥。行。欢儿怎么整？跟你说话呢。我手里还有点钱，咱凑一凑，找刘瞎子帮忙。别折腾了。啥？就这么算了？我不想惹事。你真他妈够怂的，咱们的兄弟白死了啊！跟你说话呢。你是不是不舍得钱？你要是不舍得，大不了我去跟刘瞎子赊账，不算你的还不行吗？跟钱没关系，整成了行，要是整不成，人家知道我住这。不是，就你妹妹是人，其他人就不是人啊。我就活跃跃呢。咱先招惹的人家，人家比咱们硬。干这行之前，大家不都说好了吗？谁要是点子背死了，也别给别人留负担。我手里也还有点钱，到时候凑一凑，给老周他们的家里人分了吧。别瞎折腾了。行，你活得明白啊？就你有家人，真他妈自私。哥，你们吵架了？没事，闹着玩呢。哥，昨天那几个人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他们是哥的朋友。那就好。月月，你这么开心干什么？昨天那个姐姐是抱着我睡的，她说她有个妹妹，小时候她也是这么抱着她妹妹睡觉的。爸爸妈妈不在了之后，已经很久没有人抱过我了，这种感觉挺温暖的。您要是喜欢，以后哥抱着你。咦，我才不让你抱呢。什么？一根鸡腿200索拉？你们咋不去抢呢？这种鸡腿在别的区域一般也就是30索拉，贵一点的顶多是40，可这里居然敢要200。兄弟 ，F70 区的京菜就这个价，没办法，这里又没有 N 次之路，搞京菜得去野风口，加上来回运输的费用，这价格真不贵了。野风口有 N 次之路？我是没去过哈，但是听说野风口有3条 N 次之路，每天收到的物资，那叫一个丰富啊！3条？是啊，3条。本来啊，3个大区各自都管理1条，可现在好像是G大区独占了2条。那剩下的1条，另外2个大区平分，想啥呢？剩下那1条是人家1大区自己的，G大区占的是 F 大区的。当初 G 大区是想把3条都占了，1大区直接翻脸了，堆了上千条人命，硬生生把 G 大区给打消停了。哎，你们到底吃不吃啊？吃，贵也得吃啊，不然肚子真饿。先给我来5根，我尝一尝。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。大奔，你就在这吧，等会我们来找你。大奔堂百魂集，放着狼盟不加入，偏偏加入了野狗之家，唯一要求就是京菜管够，宁凡他们自然也会尽力满足。
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剩一根吃不了了，能退不？这玩意哪有退的？还有一根，你们吃吗？我们吃饱了。那可咋整？算了，打包吧。2块羊排，4块牛肉。好嘞，还需要点什么？不用，今天值班，不喝酒。好嘞，羊排20，牛肉15，一共正好100。老板，你早说羊排和牛肉是这个价啊，那我还吃毛的鸡腿啊。你们吃东西的价格不一样。啥叫不一样啊？他们吃羊排是20，你吃得500。哼，行了行了，你多在 F70区住几天就明白了。走吧。每个地方的人有每个地方的活法，没能力改变，说啥都白扯，没必要生气。队长有什么想法？先分头打听打听区里的情况吧。刘哥，就是他们几个。哪个比较厉害？背着弩的那个。那就先整他。行。多大的仇啊！把家底压上了也要整人家。此时与众人分开的徐奔依旧愤愤不平，一路上走着走着，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来时的那条线。真是巧啊！奔哥回来了。小丫头呢？奔哥，你找他干啥呀？鸡腿点多了，没吃了，给他吃了吧。以后答应孩子的事儿别食言，大人随口一说，孩子可能得判1天。徐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看着徐奔递过来的鸡腿，他脑子一片空白。拿着呀，想啥呢？咋的？怕爹给你下毒啊？啊，没有，谢谢爹。啊不，谢谢哥。月月，你大分哥给你买了鸡腿。好香啊！谢谢大奔哥，我是吃不了才给你的，又不是特意给你买的，趁热吃吧，我走了。奔哥，你先进来一下。干啥呀？进来说。不是，你啥意思啊？拉我进来干啥啊？我还得出去打听消息呢。说话，这整的哪一出？月月，你进屋吃去，哥跟你大奔哥聊点事儿。好，哥，我给你留一半。不用，哥不爱吃鸡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和我一起回来的那2个兄弟可能会报复你们。干吧，夜长梦多。那欢儿和月月咋整？让他们自己跑呗。也是，欢儿跑得挺快。真能装，动不动手？不干我带人撤了。干，先整死一个再说。拍炮。有埋伏。反侦查和侦查术，你们考了多少分啊？就敢跟踪我？零式新建。零式。在水牢里还有这速度，收你2万，亏了。2万？你在骂人啊？你面前那小子身上背着100万悬赏呢。100万悬赏。果然是真的。兄弟，哪个区域来的？能聊聊吗？聊个毛！好日子不想好好过啊？就没想过我为啥敢溜你们吗？兄弟，别！因为就算你们卯足了劲闹腾，顶大天也就是这么点动静。哥们儿，我是拿钱办事，你们有什么仇怨是你们的事儿。我们收了钱没办成事，那是我们水平不行。现在我的兄弟也栽了，大家就这么算了，你看行吗？我刘瞎子在 F70区还算是有点小名气，今天我就撂句话在这，我家兄弟没了，我认了，以后肯定不找你麻烦，成吗？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要是说不行，是不是显得我有点不近人情啊？兄弟，看得出来，你之前应该也算是个人物，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打了，
我也不太想跟你相识，你求饶的方式挺新颖，但我不太喜欢。梅杰夫先生，哟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有的时候我真的怀疑你确实瞎了。我是闻到了你身上芬芳的味道了啊，梅杰夫先生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允许这些外地人弄脏了 F70区的。把剑放下，孩子，在 F70区听话最重要，孩子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之前好像有人跟我说过 ，F70区 G 大区的人说了算，就算被 G 大区的人骑在头上，都不能还手。你听说的内容是正确的，是谁告诉你的呢？我要表扬表扬他。但是没人告诉我，不可以杀 G 大区的人养的哈巴狗。你在挑衅区域卫队。发怒的同时，周围蓝色屏障变得愈发殷实了。宁凡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身上承受的压力重大，在这种负重下，他甚至连50%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。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似乎不是灵饰，是那条项链。听说区里在召集精锐加入狩猎队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们算精锐吗？你们想加入狩猎队？先了解了解呗，毕竟听说在区内积分挺重要的。积分可不是那么好赚的，钱还不好赚呢，但是有钱人也不少。你们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你们很厉害？一个只会拍马屁的人死了就死了，我想你应该不会很心疼。那倒是，但前提是你们能给我带来足够的利益，不然的话我得不到好处，又没有哈巴狗拍我马屁了，岂不是亏了？